房多大平的？100，加上200平。衣服是不是穿反了？我看看，没有啊。没有。晚上好，晚上好。哦，是啊，衣服是不是穿反了？是啊。嗨，我还以为你们是外边呢，是里边的。快放过来。哎呀，穿反了。我现在在别墅，对，我现在在别墅。早。好眼力，是的，真的好眼力，我自己我都没看出来。好眼力，真的好眼力。对。广东冷了吗？对，广东冷了。公寓租了没？公寓没租呢，公寓，因为我现在还没确定搬到这边来，所以就是等全搬到这儿来以后我再租。咋的了？你有啥想法？大竹姑娘，香色的风里弥漫你的香。哎呦，那个桌子把我熏的呀，我又跑到这边来坐着了，那边真的是熏得我脑瓜子疼。就那个甲醛都放了2天了，还是就是很熏的慌。这2天吸了好多甲醛。我。哎呀，怎么凉啊？姑娘，你这个号限流好严重，关注页面都没提示。那我不知道，我从来我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有开播提示之类的，没太注意啊。有家具不能不然还能支了一下。不是，就是买的那个桌子，它这可能刚刷完漆，买那个桌子，它好像刚刷完漆，放了2天还是不行，然后这2天吸了2天也不行。晚上好。过年会回老家吗？我老家没人，我家人都在这边。吃过了。他在干嘛？他去洗澡去，然后等会儿他跟我们一起播，一起来直播。还是少吸，是的。直播打王者吗？
我现在直播在直，我直播在直播，不会直播打王者。啊！炒饭吃了吗？啊？你炒饭吃没吃？塞里面，你过来，过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小狗狗，来，过来，过来，过来，抱抱。睡人毯子干啥呀？你自己没毯子呀？亮奶他是你毯子。镜头好像有点不清晰了。清晰一点。你们知道我每天直播饺子在干什么吗？给你们看一下我每天直播的时候脚的状态。每天直播脚都是这个状态。光脚，就是穿拖鞋，不是那个，就是穿那个袜子啊，有一点点就是，因为都是黑袜子，然后家里就比较脏，就容易沾灰，索性就光脚了。穿夹脚拖鞋那种吗？不行，我穿不了。我穿的拖鞋都是那种，就是就那种不会夹脚，因为我夹脚会疼啊。电暖式的，小米的电暖器。人家都就是我穿久了之后，我那个脚趾头中间会割开，就是脚趾头会割开，割一个大口子。我穿多大码？我穿42号半，42码半。对，42码半。有的时候穿43码，有的穿42码半。42码半就是如果说那个会磨脚，哎是啊，脚好看。就我脚比较干净，就有的人脚他可能就是会会长毛啊，会黑呀、洗不出来啊。我的脚就是比较，因为我是汗脚，汗脚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的脚底下它一直都是那种湿润的感觉，然后就是比较晶莹透亮的感觉。啊，脚还要长毛的，一看你就没谈过恋爱吧？你没见过你应该没见过几个男人。对，你们应该没见过几个男人，我觉得啊，身边也没什么朋友，真没见过，是不是？就是有毛，对啊，有很多人他是有毛的，对，对，脚趾头那里会有毛，有的人脚背上都有毛，就是他的就是有的人毛比较旺盛，嗯，对对对，脚趾头长一些，对，是的。啊，楚姑娘，雄性激素旺盛，跟那个没关系。这有的人他就是天生的，就是比较，毛就比较多，毛发比较旺盛，跟雄性激素没什么关系。脚的侧面也有，我的天，
脚的侧面也有。啊，祖姑娘，站着，我觉得我熏的脑袋疼，咋整？再一个就这两天没睡好，可能这两天睡得太少了。感觉你的马甲买小了。主播在哪里啊？主播在惠州，主播在惠州。马甲买小了，那我穿这个号会不会正好一点？如果我穿这个号的话，你们觉得会不会大一些？但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大了。对啊，这个有点太大，是不是？就刚才那个，刚才那个会比较正好一点。这个太大了，会不会？我觉得这个好大。黑色的好看，是不是？对，这个不是黑色的，这个是藏蓝色，藏蓝色。对，这个稍微舒服一点。白色不耐脏，卫衣好看。卫衣就是普通的白卫衣，这件好看是不是啊？这件是那个藏蓝色。我要快乐，我要的完了，谁了？最近有什么新剧吗？最近没有，但是今天其实我在写剧本来的。今天我闲着没事，我在写剧本，写了一个爽剧。因为最近就是睡觉之前都会刷那个什么嘛，刷那个抖音的那些狗血剧嘛。老家哪里的？老家黑龙江的。然后就写了一个，就是反正演员都找好了，写了一个剧，然后紧接着把演员都定好了，可能自己会拿出点钱拍一拍吧。不是新剧，然后今天写了一集，写20集差不多了，然后第1集就是打架，差点出人命那种。然后里边确定了有阿赞，有小薇，然后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杰森，威安森，暂时没有龙二的角色，看看后期要不要写龙二角色，因为龙二可能他近期可能没有说拍剧的一个意愿吧，我们就是尊重。有我，我演一个坏人。我演一个坏人。有卡吗？没有。
暂时没定这些的啊。我们首先会定，就是演技过关的，然后再有呢，就是在方便来深圳的啊。我是主角吗？我是恶毒女二吧，我是恶毒女二啊。我这个角色就是非常恶毒。对，新投资了，没有，刚写剧本。对，我终于，我特别想演那个坏人。小薇，要不就是我演恶毒女二，要不就是小薇演恶毒女二，就不知道谁演恶毒女二。计划啥时候拍？不知道，先写剧本。为什么小大夫日常没更新了？不知道。对，小大夫不会演，给你安排个打酱油的吧，不需要。小大夫不会演，啥也不是。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戏可能会，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可能这个剧可能会有点好看啊。姑娘，谁要跟我连线？你是谁？你想干哈？这跟我连线的你是点错了还是咋的？你知道有一批在等小茉莉专辑吗？小茉莉专辑现在你必须得拍剧才能有专辑啊，你没有拍剧你怎么会有专辑呢？对吧？你得先拍剧才会有专辑。我们一起学猫叫。其实我就特别想演坏人，但是我怕演完坏人，就是观众可能会恨死我，自己又没有勇气。但是我心里我是很喜欢演坏人的，但我觉得我演什么都很像，会不会被骂死啊？哎呀，没有这个勇气。但我就是喜欢坏人啊，对啊，我就是喜欢演坏人，就是坏人的角色我都很喜欢。好人我觉得很假。对啊。演好了魅力无敌是吧？但我这个角色有点太坏了，我觉得太坏了这啊。容嬷嬷坏的就很一般呐、我这个是很坏的。对，有多坏？有点像画皮里的小维，就是有点像画皮里的小维，但是呢，要比小维要坏，就有点像艾丽，就是林品如艾丽的那种，就是回家诱惑那个反正就是一个小三儿啊，演一个小三儿。艾丽太坏了，我这个角色比艾丽还要坏，我觉得。
不是啊，你无论说站在谁的角度，我觉得他都是坏，而且他是有一点病态的坏，洗白，我这个角色我估计我洗不了白，我看情况吧，要是反正小大夫看完剧本以后，他说你别演这个角色，但是我很想演，我很想演。罗勇某种意义啊也是小三儿，因为站在罗勇的角度去拍的，当然罗勇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导演，我是一个导演的话，我就不能带着主观意识去，比如说我这个角色，然后我带着我主观意识去，说我这个角色好，那不可能。我是个导演，我是一个中立的角色，就哪怕我这里我参演了一些角色，我也不能刻意的美化我自己的角色。就是你要带入，就是说这个观众的角度，或者说讲故事的一个角度。特别是你是导演，然后你把你自己的角色写的那么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太，就是心思，就是观众能看透你的心思，每天都直播吗？偶尔，偶尔每天直播，是，大多数都是不固定，但偶尔天天直播。就这里边好像只有我这个坏人，他们都是好人。小三儿，恶毒小三儿，为了报复成为别人的小三儿。我是属于这种。就这次想拍个爽文剧嘛，就是拍一个狗血一点的。我觉得你写的太那什么，写的太那个文绉绉了，或者说，太不接地气了，或者说就是，太高深了，就大家不喜欢，还是接地气一点。接地气一点。会洗白吗？不会，我觉得不会。就是你们看过《天才枪手》吗？你们看过韩国的不是那个泰国的那个天才枪手？你们看过吗？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看过，是不是？泰国的那个考试作弊的那个电影叫《天才枪手》，一个泰国作弊的是什么？看过是不是？就一个看过呀？哎呀妈，你们的阅片量也太……哎呀妈！用签名啊，对，你们去看看那个，你们觉得那里谁坏呀？你们觉得谁坏？你们觉得那里谁坏？就是看过天才枪手，那里谁比较坏？没坏人。没人看过，交流不了，交流不了。洗衣男坏是不是？我这个角色就有点像洗衣男，对，我这个角色就有点像那个男孩，到最后就是他一开始非常好，后来就坏了。这种坏才是最坏的，你知道吗？要是一开始坏，完后来变好了，大家就没有那么觉得他坏了。但你像这种一开始好后边坏的人，对，哎呦，那就没法说了。我觉得这个角色，因为小薇演的话，我还怕小薇演不好，因为这个角色我觉得挺重要的。小薇有点，她也倒会演，但是我很怕她，我这个角色就有点，对，就有点那个洗衣机男孩那个坏。但我其实挺想演的。
阿三演坏人，阿三演不了坏人，阿三只能演一个好人。外表认出不是我这是纯坏，我这种人是纯坏，而且是心机坏。我这个角色有点像，对，就是很坏的那种，想演不敢，汉奸，又不是年代戏，哪有汉奸？我的坏是因为我在报复别人，就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我，然后我就报复他，我的坏是这样坏。李莫愁，我觉得他也洗白了呀，我这个角色我觉得洗不白呀，对，就我这个角色我觉得是洗不白的，就是因为一开始我被骗了，然后呢，我就开始伤害别人，对，是这样的，坏。就剧里有一个角色，然后伤害了我，然后我就报复他，然后就一直搞他，然后抢他爱情，就那种坏。本来我是爱他的，但是他欺骗了我，然后导致了我万劫不复，然后我出现了，然后去搞他，抢他爱情，把他搞死，我是这样的角色。你们觉得坏吗？这种角色我觉得很洗不白呀，对吧？这种角色我怎么可能洗白呢？相反，就是一开始害我那个人，到最后他被我伤的可怜兮兮的，然后他洗白了，我洗不白，因为我把别人弄死了，然后最终我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这种不能算坏，这种还不坏啊，洗不白的坏。对，我结局很惨。洗完了？没有，刚跟那个打完电话。你把那个支架拿下来呗。你支架你都没拿下来，我这个都看不着衣服。支架呢？在那个3楼呢。那我洗完澡顺路拿下来。不需要，你先拿下来，我要直播，然后再给我拿一个那个牙线没了。这儿呢。这就这儿，你修了吗？昨天跟你说呀，那个指甲刀呢？不知道。你昨天不是剪了吗？在桌上。好热，这边的窗开的。打了呢。漫长的季节我没看过，你说是那个女孩吗？那女孩不算坏人吧？就李庚希啊。李庚希算坏人吗？李庚希不算坏人啊。和龙二的戏份，龙二自己是不想拍的，起码就是我们上一部剧合作之后，龙二是表现出就是他不想拍。对，他可能有其他计划。
好好的一个指甲让你搞这么埋汰。那不，没关系，擦擦我就干净。要是伴侣出轨了怎么办？伴侣出轨了，看你自己介不介意喽。你很介意吗？就是这个，激进的。CP 死很难过。我这部剧我也没有其他的 CP， 我的 CP 还是龙二。我这部我是恶毒坏人，我不配有 CP， 我不会跟别人组 CP 的，没事儿，这点你们放心。对剧有刀吗？有什么刀？对，反派基本上没有 CP， 反派的 CP 都是舔狗啊。对的，我这个是饱满的。王二是我的菜吗？王二是不是我的菜这个事儿吧？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就是你们要知道很多，就是，哎呀，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就是我是想了很久，就是有些东西吧，我跟大家解释，大家解释不通，能明白不？仰慕之情没有什么仰慕之情什么的，就是你说龙二是不是你的菜，就代表着说你们是在描述外表和感觉上，对吧？我是他的粉丝，我不是他的粉丝，就是什么是不是你的菜？那更多的是在外形和感觉上。但是我自始至终这么长时间在圈子里，其实大多数的感情都不太看重外在，就是外在我觉得顺眼就行，就是两个人能说什么在不在一起喜不喜欢，一定是相处下来的感觉。对，猪内在，哎，对，就是你们说是不是菜？那我肯定说他不是我的菜，就是外形来讲的话，他不是我的菜啊，他外形来讲的话，他不是我的菜。但是呢，我其实也对他动过心。那你们说这是不是菜呢？其实我就没办法解释。他外形来讲的话，他确实不是我的菜。但是我们接触的可能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一些接触，可能他的品质啊和他两个人相处下来的感觉啊怎么样的可能，哎，对吧？那这个东西我解释不通，有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就像很多人，你知道吧？就是我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就是说看到一个人，他们会有生理反应啊，就是很多人看到自己喜欢的才会有生理反应。我不明白，就是因为我是对一个人的喜欢，首先我不会一下子就喜欢对方。第二点呢，喜欢一个人有生理反应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因为我没有过。就是直播间里有没有就是喜欢一个人就是有生理反应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然后你一下就是那个，就是一下就是那个支棱起来了，有没有这种的？有没有？心跳啊，牵手会雄起，对，有的人会这样，就是身体有接触，然后就会生理的一些反应，我没有啊，就是我不懂啊，就是当别人跟我说，哎，我看你我都有反应了之类的，我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这是一种变态，你知道吧？
但是身边有好多人是这样的，那我就不懂啊，他们为什么会有，我没有过啊。对，就是有的人他是，就是有的人可能看到一个肌肉男，然后他就整个人他就是那种，就什么那种，就一下就兴奋了，然后他就那种就是，想吃怎么样的，就是有这种人啊，有这种人，但是我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啊，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有的人会有这种行为，有的人你像我这种人没有，我可能就是说，这个人我一开始看到了，可能就觉得挺顺眼的，然后就觉得他个性挺好的，一开始都是以交朋友为目的，直到后来慢慢接触了，就会发现，他可能对你有意思，或者说你可能觉得他，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被动啊，对我这种人我就特被动，很多段感情都是别人主动，然后我才会试着开始，然后一直开始，就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啊，对，好像我所有的感情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大差不差的，都是那种就是别人先说，然后接触，然后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后来觉得挺合适的，然后后来就相处起来就喜欢了。我是这种人啊，就是跟你们不太一样，就是不是说跟你们，就是跟有一些人不太一样啊，会心跳，没事儿想起来会笑着。想起他会心跳，你不想他你也在心跳啊，对啊，你不想他你也会在心跳啊，就是你有主动追求别人的经历吗？有，但是比较少，而且我追别人也是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不错，而不是说因为他长得好看怎么样的，你们能懂不？就是我追别人一般都是说，比如说他这个人他性格不错，工作不错，然后长得也可以，身材也不错，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只是觉得他优点很多，然后他很优秀，所以我就是会想追他，但是达到那种爱的程度，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冲动的人，对，所以就是不会因为一个人外形我就去追他，或者说外形我就觉得说，就怎么样，年纪大了，越来越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会觉得说相处舒服最重要啊，就从来也不会因为说，因为你们知道吗？可能对于你们的生活来讲的话，可能接触 gay，比较的困难。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首先我是在一线城市，第二点呢，我又是做这个自媒体的，第三点呢，我又是开了同性恋酒吧，所以我接触 gay 的这种途径太多太多了，包括自媒体这些，咱们就是哪怕你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没有 gay，网上一抓一大把，你就会觉得说长得好看的真的挺多的，而且就是长得好看的，就是一个人长得好看，好像总会有一个人比你还好看，你能懂不？就是逐渐的你会发现，长得好看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选择的条件了。你们能懂吗？就是你们反正我觉得你们不懂，但是我其实就会觉得说，选择另外一半，他只要长得顺眼，然后性格 OK，然后俩人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在一起，而不是说因为他好看，因为这好看的人太多了，你今天觉得他好看，明天觉得他好看，因为这网上的一个比一个好看，对，所以就真正在一起的还是因为就是说性格比较合拍啊，然后两个人就是有商有量啊，然后有一些相处啊，我觉得这个才能在一起，对。
所以你要说龙二是不是我的菜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龙二是不是我的菜的这种问题，我觉得你更倾向于就是说他的外在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我的菜，因为熟悉我的都知道我不太喜欢熊，我其实喜欢猴和狒狒。但是你看我虽然说他外在不是我的菜，但是我确实，因为我俩日常的接触过程当中和拍戏的过程当中，和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接触，可能真的会对他有过那种动心的感觉，所以他是不是我的菜，我怎么回答呢？对吧？对吧？我就没办法回答，而且就是对我喜欢年纪小的。那龙二其实比我年纪大，但是龙二有的时候在我面前他是一个小朋友，就他喝多了，他在我面前他是放松的状态，然后他无意当中会表露出他放松的那个状态，对，所以我在那一瞬间可能我会觉得哎还不错，对啊，就不一样的。你问我这种问题，我就没得，就是要解释好久，对。因为熟悉我都知道，熟悉我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喜欢小孩儿啊，喜欢小孩儿，对啊。每次一回答这种问题，我就觉得，啊肯定有人说他就在那装了。现在也是小熊啊，所以啊，就是在一起的人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满足你所有的要求的人，就是那个叫怼满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说你现在的对象也不是个猴啊，也不是个狒狒呀，你为什么跟你现在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生活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去按照你自己心意去活呀，而且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这方面跟你想法不太一样，但是他其他方面弥补了呀，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最重要啊，对吧？那不是说你非得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自信的认为说自己能选择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啊，我自认为我是达不到的，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和权利去让自己的人生就是选择的无悔啊，就这种100%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几乎没有人能有这个能力，能让自己的生活完美无瑕呀，对不对？你像我会觉得，对啊，对啊，是这样啊。你就算你再有能力的话，你就是再有钱的话，可能你爱上你初恋，但是你初恋嘎嘣一下死了，那你也是有遗憾的。你就像大胖菊，他虽然说得到了甄嬛，但是他最爱的是纯元啊，是不是？对，这肯定是有一方面能去综合的，而且我们的那些条件其实是要求别人，但是在现今的生活里边，你就会发现，好像你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你更多的是学会妥协，或者说哎对啊，还单身好，对，是要知足，对，要知足，对。是的，要知足，而且就是满足你的那些要求的人，其实他在其他地方可能就不能满足。哎，你们懂吧？就比如说你看我可能喜欢肌肉男，喜欢小正太肌肉男，但我接触的小正太肌肉男，我曾经接触过，我曾经接触了一个小正太肌肉男，长得也是我的菜，身材也非常好，然后就是那个条件都是我标准的那种我的喜好，但是他爱撒谎，他非常爱撒谎，就这一点，他把我所有的满足我要求的那些点全给就是全都不合适了。啊，就是他这个人，他就是小正太肌肉男，完了就也挺喜欢我的，但是后来我发现，
撒谎，你都不能理解，就是，你要是自己较真儿的话，你就说，哎呀，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么合适的人，哪合适啊？他撒谎这件事情就是不合适啊，对吧？在外边比较乱，我不知道他在外边乱不乱啊？深圳那么冷吗？深圳现在挺冷的，所以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满足你的外在的要求，但内在或者说性格都会有问题。包括我曾经还接触了一个小正太，他是怎么的？他是抑郁症，他是一个阳光的小正太，然后自己也非常喜欢，然后他有点抑郁，他那种没事就是泪失禁那种感觉。就是这样的。你很多人就是你说你这些要求你也没列为自己特别重要的要求的点，但是等你遇到的时候，他就是不合适了。对，有好多人他都有抑郁症，所以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说。对，你不是说理解你不是说理解，就是你不用理不理解他，但是一个人对你撒谎这件事情，我个人是容忍不了的，我也没有想着理解，我也不必去理解，就单纯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人撒谎就是有问题。对，一个人撒谎就是有问题啊。对，很奇怪呀，撒谎。我最喜欢跟别人接触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人，哪怕他有一点点就是没分寸，但是他一定要做自己，就一定要做自己。然后有的人就是，有的人说话特别冲，我在生活当中遇到那种就说话特别冲的人，然后没有边界感的人，一开始我都非常讨厌自己，讨厌这样的人。后来，接触起来我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就他不避讳，然后做真实的自己啊。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对，不拐弯抹角是这样。正太一般指12至14岁，一般，对你说的是一般。我遇到过的天才，到最后发现都是自己加的滤镜。土豆已经是大叔了，人都会有这么一天啊。我之前我其实，在23岁的时候，我其实就有一个意识，就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太年轻了。
我25岁之前我是一个排骨精啊，25岁之前我是个排骨精，每次就躺下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个肋骨，这个叫肋骨吗？这叫什么骨？就盆骨，不是盆骨，这是胸腔骨，你就感觉到自己就像个骷髅一样。就是我25岁之前啊，25岁之前我是这个就是像一个那个骷髅似的啊，然后直到我30岁之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哎，我躺着的时候肚子还是很大。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哎，我不是排骨了，但是好像又有点过了。一旦一个人躺下了都没有骨头，我觉得这个挺恐怖的。后来为啥胖了？生活就是让你去有了应酬。吉祥如意，帮你分析一下，我喜欢那个男的离婚的，我放假想去见他，他总说没时间，不让我过去，说到年带我回去，说到年，吉祥如意，你说到年是什么意思？年纪大了你们就胖了啊，年纪大了应酬多了你们就自然而然胖了啊，这个是身体的一个现象啊。它不是说那个你看你吃什么就能变胖，我觉得这个是我变胖，包括我皮肤不长痘啊，就我皮肤不长痘也是因为年纪到了。我之前长痘啊，我之前还长痘，我是长那种大脓包，就我拍那个跟我回家的时候我还长呢。是的，吉祥如意，你说什么？吉祥如意，你说什么？痘痘不分年龄，那你说我怎么好的呢？我在集中就是有痘痘的时候就往死了治这个痘痘，结果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过了几年自己好了，说过年带我回去，但从来不联系我，都是我主动联系你。我帮你分析什么？吉祥如意，吉祥如意你多大了？我帮你分析什么？吉祥如意都这么大岁数了啊？不是，他头像不是他。我看他头像我以为是他，吓我一跳。你头像是刀郎是吧？啊、哎呀妈呀！是刀郎。你多大年纪啊？吉祥如意。上麦吧。对，就是36了啊，也36了。那你喜欢的那个多大年纪啊？36了。那你喜欢那个人多大年纪啊？36岁的两人，他81年，40啊，40多岁，那也还好，那也还好，40多岁。然后你让我帮你分析什么？你让我帮你分析什么？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打字这么慢吗？吉祥如意，抓紧啊，抓紧！你想让我帮你分析什么？
我想他外边是不是有人不让我见他？现在信息也不会。请问你俩是什么关系？就吉祥如意，你说他外边有没有人？请问你是什么关系啊？你俩是什么关系？宝宝，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吉祥如意，你觉得你俩是什么关系？吉祥如意有没有可能你才是外边的那个人？啊，对啊，你有没有可能你才是外边那个关系啊？就我觉得你以什么你以什么身份就是，对啊，这样的吗？你以为你是什么？就从我的分析上来讲的话，你就是个备胎，就是一个，你们见过多少次啊？你们多长时间见一次？见过多少次了？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你不就是？那你连备胎你都算不上，我觉得你连备胎你都算不上，因为你还没，啊，这你真的有点儿，你有点儿那个，只能说就是就别要求那么多，人家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园长是我发现现在熏的也是那个那什么，熏的甲醛出来了。那算了，不理他了，真是这样，就是你其实你这段关系里边你都没有一个身份，你别去要求别人。我一开始我以为你俩是顾炮儿，结果连见都没见过，那连顾炮儿都不算。啊，帮你分析来。今天我一个认识几天的朋友问我了解他多少，我说70%，他就把他的过去都告诉我了，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过去都告诉我，我等你啊。没有人刷礼物，图图怎么也天天直播呢？就是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有人给刷礼物的话，可能也就是对于你们来讲的话那是钱，对别人来讲的话那不是钱的，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啊，来，你就把过去都告诉他了，来。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过去？他也说他现在也有固定的人。你想让我帮你分析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哦，给，哦，你给，哦，你给啊。哭完了哥啊。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些？那你想听什么答案呢？奥利给，奥利给你，就是奥利给我通过你的问题啊，奥利给我通过你的故事，你是不是觉得他对你有感觉啊？他对，不是他，你是不是觉得他对你有好感呢？你是不是觉得他对你有好感？没事你就直接说，你是不是这么觉得的？
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他对你有好感，所以你才让我帮你分析？就把你的看法说出来。就是你问这个问题，我得知道你的角度是什么，能明白吧？就是我的分析是什么呀？就是奥利给我，你虽然说你啥都没说，就说了一个事儿，但是呢，我通过你的描述，我大概能知道你的心理活动，就是我猜的，可能你会觉得他对你有感觉，你觉得他可能对你有感觉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也对他有感觉，所以你想问我说是不是俩人就是在一起，就是能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意思？好的。啊，都有一点点，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那他是不是直男呢？他是不是直男？奥利给他是不是直男？奥利给不是的。我一直在你这。通吃的那种。什么叫通吃的那种？他跟男的在一起，你看见了？他跟男的在一起，你看见了吗？男女都喜欢。他跟男的在一起，你看见了吗？没有看到啊，他跟你说的是吧？那他知道你是 gay 吗？他知道你是 gay 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你俩发生过了吗？啊，你俩有什么关系？普通朋友，完了他知道你是 gay， 普通朋友怎么知道你是 gay 的？你平时就是花枝乱颤了吗你？你普通朋友怎么会知道你是 gay 呢？还是你这个人你就是到处说，你好，我是 gay， 是这样的吗？就是我觉得就是聊天啊，咱们就得毫无保留的聊。普通朋友他怎么会知道你是 gay 呢？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回答不上来了，奥利给。啊，他自己说他喜欢男人，我一半说一半我喜欢他就是他在不知道你喜欢男人的时候，他跟你说他喜欢男人是吗？是这样吗？哦。我就觉得有点不太，我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假，我现在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假，啊，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吧，有很多东西你没说实话，啊，就是我单纯的我通你的了解里，就是通过你的交谈，我大概能猜到是你对这个直男有幻想，然后呢，这个直男可能跟你说了一些话，然后你就完全不行了，啊，你就完全不行了，你不行了，然后你就在说服自己说他是不是个 gay 啊？他要不是个 gay， 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东西？然后你就自己美化了一些东西，这是我的理解，因为我觉得你跟我说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合乎逻辑性，就是你说的前言不搭后语，啊，就是无论说我说的对不对，希望你从中吸取
教训或者经验，就是我不管你，我也没有权利去说教你，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说我说中了你的这个想法和行为，适可而止，啊，就是从你的跟我的交流里边，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很假，很假，因为有很多人都是，就觉得说直男他也是 gay，然后就自己在，就是就是描绘一些东西，虚构了一些东西啊，就你们自己保护好自己，能断则断吧，他都有老婆小孩儿，行了，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就适可而止啊，对。你这个东西，大家聊天，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就是要说实话啊，说实话我才能帮你分析啊，对。就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一个分析能力，就好比小茉莉这个剧情，小茉莉这个剧情，然后我在弹幕上看到最多的就是描写我跟那个龙二的这段关系的这个就是评论，就是说他明明是个直男。一个 gay 老板喜欢直男员工，然后还给他花钱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都没有一个分析能力，就没有一个分析能力，就没有一个什么分析呢？都没有见过面，哪来的爱？就你们就分析一下奥利给在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奥利给你的表达一直都有问题，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撒谎还是你自己在虚构一些东西，都没有见过面哪来的爱？那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啊？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愿意较这个真儿。说他是直男，然后说他什么那个跟你倾诉，然后就是没见过面，然后怎么样？那你们是什么关系？怎么遇到的？怎么加的彼此好友？他怎么跟你说的？其实你在干什么？你在表达什么？你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要说你俩是那个加 QQ 认识的，茫茫人海中加了一个 QQ 认识的，就奥利给你在表达什么？都没见过面，没见过面，那可能俩人都是 gay，然后在那个 gay 的那个网站上见的面，抖音认识的。完了，你看到一个抖音，你这个逻辑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抖音直男，完了你俩互相聊天，你见过抖音上男的加男的吗？你见过一个抖音一个男的加一个男的聊天吗？你见过这种事儿吗？我没见过。就奥利给，就你这个头像，你们看一下奥利给他主页有没有那个他的视频？来，他那个奥利给的主页里边有没有他的照片视频？他是玩那个抖音的吗？你们点进去看一下奥利给。没有。一个男的加男的，完了你连头像也没有，然后就是那个视频也没有，他就加你跟你聊天，为什么？奥利给，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莫名其妙有个人加你跟你聊天，
那他为什么？他有一个理由啊，他为什么加你聊天呢？就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不有吗？我不分析了啊，就是奥利给你自己去，就是这个也没什么争辩的啊。行了，不说了，对，不说了，啊，适可就是咱们打住，咱们就此打住啊。等会儿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我这人说话比较急躁啊。你舍友为什么啊？你舍友知道你是 gay 吗？年虎，你舍友知道你是 gay 吗？你戴耳机呢吗？不知道，你戴好耳机啊。你戴好耳机，超好笑。那肯定戴是吧？啊，室友装啥呢？啊，白哥真白，看完给你整迷茫了，迷茫啥呀？啊，年火你这个盖。迷茫啥？因为最近小破事儿很不开心，感觉自己要消化不了，有没合适的人说什么，涂的好慈祥，我穿这个马甲更慈祥了。儒雅教父，儒雅中年。看小茉莉还是什么？下一步啥时候有？我今天晚上写剧本嘞，我在写剧本。就感觉我对象我俩不沟通，天天内耗自己。发来，把你对象发来，发来啊！没有投资，没有投资，没有投资，我就说我自己出点钱，就过过瘾。当然大家要给我凑一凑，我也能少出点。哭了半宿，我终于知道你对象为啥跟你不沟通了。你看电视剧你都能哭半宿，我觉得这个太吓人了。成本大概是在，就是拍一部片子大概是在50万左右，然后成本大概在20-30万左右，因为剩下的20万是我自己要挣的，所以就是我自己拍的话，那就没有这个钱了，就自己不挣那些钱了嘛。但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一部片子是50万，有没有兴趣讲讲？有兴趣讲讲，就正好那个当事人也在。就是前2天呢，是我跟那个小大夫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聊起来，就说那个网友们就在那个评论区里就让小大夫问我说那个，就是让小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对龙二动过心，因为真心话大冒险必须得说实话。我说有动过心，我说我跟龙二就不是因为拍戏，是在拍戏之外，然后龙二有一次，因为那段时间我特别忙，因为我开了一家分店，就是两家酒吧，然后又加上那段时间拍戏，整个压力特别大，然后忙不过来。但是那个时候小大夫他也忙自己的工作，而且小大夫年纪比较小，所以很多东西吧不指望着小大夫，而且我这个人的性格其实也不指望任何人。那段时间就是精神非常高度紧绷，直到有一天龙二看我特别累，然后就
就问我说，就是有什么事他可以帮我做的。后来他就帮我做了很多事儿，一下我的那个心里的那个坚强的那个堡垒，一下就被龙二就是做的几件事情，就是一下就粉碎了，就是一下就虚化掉了。然后那段时间我确实是因为龙二不知不觉帮我做的一些事儿，一下就是默默的，就是对他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就说完这个事儿吧，小大夫可能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吃醋或者怎么着的，完了就不说话了，不说话了。然后，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我比较直男，因为就是真心话大冒险，我觉得就应该说实话。完了就说完了以后，他们就看着小大夫情绪不对劲儿，但是我会觉得说，我挺不愿意惯着这种行为的，因为我会觉得说，那就是曾经某一个瞬间啊，因为他就是我们相处的一些事儿，然后有一瞬间有那么感动，但是这不代表就是说小大夫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吃醋，然后我觉得就哄之类的，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那个阶段就完全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然后但是呢，网友们就说那个哎，就让我就不要再说了，怎么样？我说，然后其实我就挺反感这种事儿的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说那个小大夫不开心了，然后小大夫委屈之类的，然后小大夫一直在那块儿一声不吭，在那块儿装受害人。然后紧接着小大夫就在那块装受害人，然后就完了那个，因为他越不吱声，网友们越讨伐我，然后就说我逼小大夫，说我不爱小大夫，说那个什么喜欢小大夫怎么就是应该好好对他之类的，反正就为小大夫鸣不平嘛，然后就跟网友怼起来了，对，是这样的，对，这个就是我就跟他们怼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妈的，我俩谈恋爱。什么我对他好不好之类的，对吧？我对他好不好不是一个网友，不是你们这些网友能去评判的，对不对？他们就说我爹味儿重啊，说怎么样，反正就是哎呦，对，爆发点是说你和小大夫阶段性是阶段的，然后就吵起来了。爆发点是那个你说跟小大夫是什么阶段的，然后就吵起来了。我不太懂这个吵的点，因为我说我跟小大夫是阶段性的，关网友屁事啊！网友就因为这个事儿跟我吵起来，我更不理解了啊！对啊，这是我对象的事儿，然后网友就因为这个事儿不愿意了，怎么样的？那我就觉得更有问题了，对吧？不好怎么可能在一起那么久？所以就是有些人的就是有一些人的他的那个思想我不太能明白，就是我跟我对象的事儿，然后有的人就不愿意了，完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那种鸣不平之类的，最奇怪的就是全程网友在鸣不平，在为小大夫抱委屈，完小大夫真的就在演绎自己的委屈。我没有啊。就是小大夫，就是别人在那为他鸣不平，完了小大夫就全程在那块就不吱声了，然后就装睡着了，啊，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伤心，然后破碎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自己去睡觉了，对，啊，是这样的，我是困了，真是困了，不是睡觉了。完全是我直接就睡着了。完全不是，我们老观众都看得懂，只有他们在瞎歪歪啊。作为 CP 粉，我都觉得他凭什么？后来觉得你们刚刚好是一对儿。是的呀，我就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哎，就说什么我不应该怎么对小大夫一样的。有些东西吧，就是我要说多了，可能就是不给小大夫面子；但是我要说少了，就是你要知道，一段关系里边，两个人相处方式一定是他俩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处去演变出来的。
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如果说是小大夫是那种非常的厉害的人物，可能我都会怕他。但是呢，可能他生活当中经常就是办秃噜扣事儿，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管教他的那种相处方式。所以这个是一定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去就是发现的问题，然后就不自觉的就是在直播里边就体现的。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然后也我个人会讲的，我会觉得说，包括李行亮也好，麦琳也好，包括杨紫和那个黄圣依也好，他们其实相处方式，他们之所以在荧幕前表现出来，是他们私底下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日常的经历的事儿就是这样的。是的。所以有的人就是，我觉得那一天有大概3、4个人，他其实是带着那种就是故意气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成分在里边，就是他故意的，就是说想就是搞散我们，或者说有的，或者说就单纯的就是之前可能我骂过的黑粉，他们可能换了一些账号或者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看不惯我，对。所以就是那天之所以吵架，我其实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索性就吵呗，对。因为我也不觉得说我应该要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在直播里边，因为直播这个东西它没那么重要，只要你不违法犯罪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做自己就好。是的，我越吵越兴奋，是的因为我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跟我吵架的逻辑他有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层次这么低呀、对，这不是跟之前的鹿晗事件一样？是的，鹿晗就是就是这段时间不是鹿晗不是也是那个直播跟那个网友吵架吗？直播跟他不是喝醉酒了，在直播里面是的骂。是的，他其实跟我的那个感觉有一点点像，但是我觉得鹿晗这个事儿，就是我也没觉得说他应该怎么样，就是因为因为大多数的明星也好，或者说网红也好，他们在镜头面前，他们太去一成不变了。然后就有这些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人，有一些网友就看不惯了，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他就会以一个道德绑架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看看人家其他的明星在网上人都是那种就是微笑然后面对黑粉都是那种就是巧妙的化解呀。鹿晗直播去怼粉丝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做明星你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相反，我会觉得鹿晗对粉丝这件事情是一个人正常的行为，对吧？他其实就是网友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个就是思维，就是觉得说，你作为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们不会想着说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压根都没有人跟他们谈恋爱。或者说他们就觉得说，你作为明星你应该怎么样？因为他们做不了明星他们做不了明星。然后如果说他们做明星了，怎么可能呢？他们这种思维，他们也做不了明星。对，怕的是过激行为，喝醉了还是不要直播？不是，过激行为又咋的了？不是那个年轻可以皮，就是你说这个话没问题就是年轻人可以皮，就是你说这个话没问题。怕的是过激行为，喝醉还是不要喝酒。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人直播他有过激行为，
谁规定他一定不能有呢？你能懂不？就是谁能规定说一个人直播他不能有过激行为呢？谁规定的？他是大牌，后边就会抓着不放，抓着不放就抓着不放呗。就是单纯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啊。而且就是每个人对待自己的身份的一个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觉得你在婚姻，你结婚了，然后你就不出轨，但很多人他不是说像你这种啊，不是你这种思维，他可能就出轨了啊，或者说他偷个腥啊，难道他不配为人了吗？他在婚姻关系里边他有问题。但是他在整个的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整个的人生体验里边，我觉得也不算是一个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所以就是这个事儿，你看你怎么去分析，你站在谁的角度去分析，你以什么立场去分析？你站在以鹿晗的角度，就是说，哎，你作为明星，你不要这样，但是人鹿晗的角度就是说，我不用你觉得，你又不是明星，你又不是我。对不对？对，只要是管得太严了，把他封，把他被封，怕他被封，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不用刷礼物，你就正常说就行啊。第一次进直播间，不用，你就直接说就行，我们就聊天，纯粹的这瞎聊，不用刷礼物。我们其实直播就是喜欢聊八卦，说说你的苦事儿，把你那些糟心的烂事儿说出来，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不是分析分析，咱们就来聊聊，对，说吧，说破无毒，说，今夜不设防。明星是公众人物，然后呢，我上次跟那个直男已经没了，真的好喜欢这种八卦，对，对，因为其实大家记得就是网友啊，其实不会深扒你的生活，因为我深扒我也深扒到不到你就像很多人就是你们的名字啊、ID 啊什么，就是你们的抖音里边我看不到任何的消息，对吧？任何的信息啊。就作为我个人会觉得，作为明星来讲的话，你如果说你一成不变的话，就很无聊。你就比如说，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圈子里有好多，就是不是圈子里，就是那些明星有好多明星，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合并同类项都消了。比如说那个叫白敬亭的，和那个就是那个王金花的儿子叫什么？白敬亭和那个王金花的那个儿子叫什么？他俩都可以消掉，就是因为他俩太像，他俩其实挺像的，他俩的风格也像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中国有一些女明星也可以消掉了，因为他们的戏路啊、长得呀，包括他们的说话风格呀，都可以消掉了，就是太相同了啊，就这个人没有记忆点，所以就是明星，我觉得还是要做自己吧。就哪怕你可能在常人角度就是说，那个直播也是个 gay 啊，我不认同啊，就是我经常在那个就是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看到别人穿了白袜，对，跟董子健他俩就可以合并同类项了，对，我觉得明星要不一样，就是现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我就觉得就有一点点恶臭。那个恶臭是什么呢？就是恶臭让我觉得就是同性恋有一点点无知，
就比如说这个明星，好像是前段时间余文乐穿了白袜，穿了那个帆布鞋，然后有人就说他是 gay。不是张医生吗？然后前一段时间又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梦龙组合的那个就是梦龙是梦龙吧，就是那个外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外国的那个就是一健身就脱衣服那个大丹，然后他也是穿了白袜，就是有的人说他也是 gay，他妈的，就是只要穿白袜的都是 gay。我就说这些同性恋是不是有一点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且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恶心，我真的就会觉得这种评论就是让我会觉得有一点恶心啊。我跟我对象关系很紧张，我们在一起7年，但是啊，你说，就是人评论区里的一个直男人就看到这些同性恋，就是说这个也是 gay，那个也是 gay，就全世界都是 gay 啊。现在我越来越想跟他分手，但是又想什么？你可以，你要是打字不行，你可以连线啊，你可以连线，我这个连线可以随时为你敞开啊。只要看到一个穿白袜的，就是 gay 啊。人家就是那个，我就这么说吧，人家那个就是香港那边人，就是穿衣服，人家就是爱搭配，就是那种潮男穿着，就是爱挽裤脚，然后就是穿白袜啊。打字真的可以啊，你连线就可以，可以你连线就行啊，你可以连线，你连线之后，然后那个你也不用紧张啊，就是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好了，我引导你去，把你的事情讲出来。但你要戴耳机啊，戴耳机来。你好，你好，你好，主播。怎么称呼？哦，我姓刘，你可以叫我小二。小二，你今年多大年纪？我那个94的，30了。94，你跟你对象在一起7年了，是不是？对。你俩就是在一起生活吗？对。现在没在一起吗？其实现在也在一起，只不过他在另一个房间，我在另一个房间。我们就是现在我们俩现在是2个房间。那咱们当面去他好吗？先不要吧，他比较害羞一些。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俩聊，你对象就是咱俩偷摸的聊，别让你对象看见，要不然他举报我。这个不要紧，其实他也喜欢你的剧，我也喜欢。好，那这个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俩谁1谁0吗？哦，他是0，他是0，你是1。在一起7年了，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了吗？让你想跟他那个？其实7年的时间吧，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就是爱情，其实更多的就像家人一样，就像你们那个剧里面说的那个，当时龙儿说的，他们在一块好像也是7年了，然后对，就说是有种家人的感觉。他当时看完这个剧的时候，也是问我，我把他当什么样的人？然后他问我是爱情呢还是亲情呢？然后当时我回答不出来。其实现在呢，更多的就是一种。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一起多久就是没有那方面的生活了？哦，其实那方面是有的，就一个月，可能现在是1、2次吧。还是有的。现在还能保持1、2次，咱俩都保持不了1、2次。那是因为咱们没工具，好吧？其实这都是其实没工具。我们俩其实年龄差了，他是89的啊，89其实还好啊。对，差了可能就是5、6岁吧。对，差5、6岁。对，其实有一些想法还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80后，我是90后，但是我们俩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其实一方面是生活压力，
然后再就是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很多想法也不一样了，就是咱们分开说，生活压力是指经济方面的吗？对。经济上现在出现了就是钱不够花。不光是不够花，其实我们俩一开始都是分开工，一开始我们俩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了就是两个人能尽快在一起吧，然后就都开始往一个方向去找工作。后来我们俩就是就都在一家公司工作，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做的这个工作项目也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俩现在呢是在青岛这边，我们是在青岛这边，虽然都是外地人，在青岛这边也是赚了点小钱，然后我们俩就一块也是合作吧，开了这么一家小店。但开店之后呢，我们是现在已经开2年了嘛，2年，但是前期因为我们俩之前都没做过生意。不懂的就是生意，怎么就是前期可能投资过大，然后导致现在吧，就是资金紧张，这个店可能就，你因为现在都没交房租嘛，所以经济压力很大，他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陷入 emo 了，就是因为交不上房租，我们马上就要被赶出，就不让经营了嘛。所以，但是现在就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因为我这边当时为了经营这个店的时候呢，我这边就是把很多我的存款，包括就是就是信用卡贷款什么全都套出来，全都投资进去了，然后导致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帮他我们俩一块去再去投入资金去经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就是自己锁自己房间，然后已经 emo 了。我现在呢，就是我也想劝他的话，但是我们俩其实也舍不得去关这个店，但也没办法，能力有限，已经尽力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因为问题是怎么出现，就是出现在就是自从开了这个店以后，就发现就是他的那个想法和我的一些想法，就两个人在一块时间久了，就比如说一些观念都不一样。做生意的观念吗？是啊。对，一开始只是生意上就有经营方向的观念，再后来就慢慢变成了生活上的一些观念。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也是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他就开始变得性格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不一样的点是因为亏钱，所以比较暴躁了，是吗？对，比较暴躁了。然后再就是他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就是以前他还听我的建议，还听我的一些，就是现在就是我说什么他都觉得烦，就是。然后我还觉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后悔了，然后投资这个店后悔了，前期投资太大。现在虽然我也是觉得很后悔吧，但是我这个人还是觉得做生意有赚有赔嘛，赔了不很正常。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赔了大不了再重新开始，但是他就走不出这个阴影，我就觉得这个观念就也不一样。好，那就是你现在有一种说的是这个经济这块儿，那就是性格这块儿，其实你刚才也是大概也说了，是不是？对，就是我们俩的观念和想法越来越不一样了，就是他越来越不听我了。除了这方面，会不会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两个人其实在一起，其实也没有那个爱情方面的东西了，会有一点点就有一点就这么着了，有一点儿。我感觉也是，而且最主要是像有的时候吧，因为观念不一样之后，我就心里老是觉得啊，我要跟他分，我要跟他分。但是有了这样想法之后，我会立刻又想，如果说分了之后我该去哪里，我该怎么办，我会有一点舍不得。是，因为那我就想，就是我问你几个问题嘛，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我，然后我再去根据你的问题去，就是说给你一些建议。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们做这个生意是，这个
一人一半儿的这个股份吗？这个不是，就是当时是因为前期投资过大，就是我们就就是谁有钱谁往上顶，那现在就是是他投的多还是你投的多？他投的比我多。大概百分比是多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店吧，投了200个 W，啊，他至少占150左右。好，那我大概知道了。嗯，所以就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又是一，然后他又会觉得说，我信了你的话，然后就投资了一些钱，然后现在就是赔的血本无归，然后现在彼此的关系又紧张。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你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有商有量的，对就是哪怕就是说这钱亏了，但是俩人在一起或许可以东山再起。现在你有点接受不了的是什么？他一方面是觉得说有点怨你，另外一方面他觉得你各方面都不行，他甚至有一点点质疑你，对你有点不耐烦了，对吧？呃有一点是这个，就是我们俩开店是他提的。啊，然后是我一开始是反对他开的，但是他不听我的，他就觉得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现在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他遇到事儿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消化情绪的能力，反而让彼此的关系彼此越来越互相伤害的一个状态，是吗？对对对。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俩分手了之后，如果说你俩分手了，嗯如果说你俩分手了，那嗯。你俩分手之后，彼此，你觉得这个情况会好转吗？他就跟我说这个店就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离开，他什么东西都不要，然后也就离开这个城市，然后然后所有东西都扔下我，然后让我来处理善后，就是他什么都不管了。他什么也不要了，就是说就对是后边那些能变卖多少钱他也不要了。对。嗯、可是你会觉得说这样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吗？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方对式，而且我感觉他是在逃避。对。但是我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好后悔啊，我就有种就是后悔认识他的感觉，但是吧，又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就很纠结，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后悔遇到他吧，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以后要，无论说你是跟他，还是说以后你再有男朋友，就尽量不要合伙做生意。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现在分开了，又不能解决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还不如就是说你给他一点时间，或者说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多久了？你是说那个感情吗？对你俩的这种就是彼此互相的这种那个不理解，或者说彼此有隔阂的这个状态多久了？我觉得就是从开店的，就是从他要决定开店开始吧，然后我们就就开始慢慢就有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小矛盾。那比较严重的时候已经持续多久了？就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一直到现在一共多长时间了？那就是2年了。啊，已经2年了，嗯，那确实挺痛苦的。对，对，你是要这么说有的话，的时候。对，很痛苦。你现在，我觉得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搞一笔资金，然后能让彼此就是说没有这个压力。我觉得这个压力一解除，你们的关系就会好。但是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做生意就是亏钱。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也是疫情以后，嗯。疫情开始就是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没想到现在市场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好，然后我们也没有了解市场，就一开始就比较盲目，也是盲太过于目其实也 盲目了。OK 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就是说实在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年纪做生意其实很普遍很正常，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出现了这种事情，你们的这个承受能力比较差一些。
就是没有办法去应对，所以这就是你们矛盾的点。但是现在赚钱就是赚钱很难。第二点，这几年你想赚钱几乎不太可能，就是说这个实体行业嗯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嗯，我觉得你这边的问题还好，我觉得是你对象那边问题比较大，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啊，我嗯是会觉得说你这边如果说，因为我从你的状态里边来听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你主要是因为对方的一个状态，你有点持续不下去了，是这个意思是吧？是，有的时候我跟他说话，他都不听，就是让人很累，就是有一种很累的感觉。就是很累啊，就是他已经丧失那个耐心和你交流沟通，然后就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糟心，然后就是想着就是也没有办法结束，然后就这么就互相彼此伤害了，是不是？对，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你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该不该分手，是不是？对我现在的比较矛盾是什么？那我是继续，我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那我现在我觉得现在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要不就分了，然后再重新开始，我就再重新开始。我大不了我再去上班打工，我再重新开始，要不然就是我，然后没有，因为他那边我得不到反馈，然后他现在脾气还很臭。但是其实我也舍不得。是那个小二，其实我作为倾听者的话，和那个就是作为你的朋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忍一忍，就是我说的特别现实一点儿，就是我听到这个故事，一直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这个事儿不要你提，嗯就哪怕他跟你提了，你也要去试着弥补，就是嗯试着修补这段关系。但如果有一天他提了，然后他坚决要分手，你又试过了，嗯你再跟他分，这个事儿不要你来提，因为你这边没有特别对这个段关系失望。如果说你主动来提的话，我觉得你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里边。是我现在我就在想，万一我就是跟他提了之后，我后边该怎么办？就是是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提了，骂名，就是你会顶着骂名，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哎，好像你忽悠你对象，然后来做这个生意，然后现在不合适了，然后你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你提分手了，你提分手之后，然后两个人不欢而散，他损失的更多，你损失的更少，然后你这边儿隐藏着自己的不舍、不甘心，然后你重新的开始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利于你。这是我做，就是如果说我是你的闺蜜的话，我会跟你说这些东西。就这个东西，作为你的闺蜜，肯定是想让你更有利一点儿。我对你有利一点儿，首先从这个呃道德层面儿，我就不希望就是你主动去提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你自身的心理方面，我都觉得说你也不应该，而且听到现在，我依然会觉得说你对他是有亏欠的，你主动提出来了，其实受伤的是你自己，就是让彼此放下，彼此都往前走一步的也是你，但最后被骂的一定是你。是对，所以就是说你忍一忍，或许这个事情因为你忍耐了以后会有转机嗯，啊，会有转机，所确实以就是不建议分手。好。对，钱这个东西这几年确实赚不来，嗯谁都赚不来。就是我身边有好多的有钱人，他们也是各种小心翼翼的在生活，不会有特别大的开销。所以就是未来这几年，你看我这几年我也做生意，我也是亏了，但是我未来我也不会着急盲目的去投资，等世道好了，大家都有钱了，你再去做生意嗯啊，先去找一份工作啊。嗯，但是我现在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现在那就冷处理，就是他怎么跟你处理，你就跟他怎么处理，就是不必的去过于的，去想着说，去贴着他这种，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相反是有一天，我觉得他这边情绪波动会更大一些。如果说他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的这种情况下，他会出现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再出现，嗯，对你再出现，好吧？好，就是你现在你说你做的再多，他都不会领情，他都不会吸收掉。你就默默的陪在他身边有朝一日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他不理性的不需要你的时候，你挽留之后，如果没办法你就走掉好的，好的，啊。行，好的，我就给你这些建议啊。好的，好的，好的啊，那好的，谢谢，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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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嗯，这样，拜拜，拜拜，哎。再见。对方愿意主动一起开店，应该很重视这段感情。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肯定是重视这段感情的。但是我还是，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情侣之间不要做生意，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赶上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是疫情之后大家都没钱。表面上疫情之后可能说，哎，就是那个解封了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时候可以创业了，不是？因为疫情这3年其实把一些储备的、储蓄的一些东西都给用掉了，所以大家就没钱。第三点呢，我会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光丧气是没用的。如果说他一味的就是说这种不积极去面对，或者说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那我们说实在的，我们不能让他马上的站起来，或者说让他就是赶紧就是说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因为我们没这个权利，只唯独的办法就是等他自己调整过来，就等他自己调整过来，就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啊，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啊。就像我说的，如果说是我就是他的这个朋友，我就是他的朋友的话，那我当然不希望就是我的朋友提分手，然后到最后落一身埋怨。那如果说是那个150万的那个零，他跟我说，他跟我倾诉的话，我可能会告诉这个零，可能他的角度的方式的处理啊。我觉得这段关系里就很真实，就是而且这个讲述人，我觉得他讲述的这个点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理性的角度啊，他是一个很理性的角度，他没有添油加醋，或者说就觉得说自己没错之类的啊。金主领。是的啊，对，不合适，对，真的是不合适。我就觉得说你这就分了，你自己你心里也不好受。第二点呢，就是让别人会觉得说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你没什么损失，结果你来主动提分手，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不太好啊。啊，忍啥呀？有啥不开心的？哪里容易受伤了？主播在哪？主播在惠州。就是特别能懂啊。有的人就是说，你看你，就是说百里屠夫也是那个，就是没事就脾气比较大之类的，那是没办法，因为亏的是我们的钱，不是小大夫的钱，小大夫没亏钱，因为他为什么他没心没肺？因为他没亏钱，他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你像我们有那么多钱，然后亏了。可能你们站在一个上帝视角，你们会觉得说，你自己亏钱了，跟小大夫有什么关系？但这种关系，它就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啊，你是我男朋友，我是无意当中就对你发了脾气啊。为什么呢？你就像我有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小大夫说一点，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以后，我没有投资了？我说你现在还不努力，
啊，我一说这种话的话，就是很多网友就说，那咋了？那咋了？就会跟我说，哎呀，你又在强迫人家，你自己没投资了，跟人小大夫什么关系？那你自己承受呗。其实是有关系的呀。你看我跟小大夫在一起之后，我就没投资了，没投资了，我就没钱赚了。没钱赚了，然后我就生活越来一天不如一天，然后让小大夫努力，这不正常的吗？小大夫车都卖了，小大夫车就是有一些人就是那个不了解事情跟真相的一些人，就是麻烦你们就是说了解事情真相，你们再逼逼啊，对，爱开上帝视角，是的啊。又来了。对，又来了，不要说这些，一说这些吧，我就觉得说，哎呀，把小大夫给卖了，啊，你男朋友都看哭了，不光你男朋友看哭了，我都快哭了，呐，你男朋友怎么那么爱哭啊？你男朋友是一吗？做一做累了，哭一会儿，做一做累了哭一哭。你是金属铃所以就是哎，经济上的这种压迫，这真的很难受的，真的很难受的。主播还结婚，主播不结婚。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没办法，就是经常会有人看我直播就说，哎，你主播下一步计划是什么？这几年你不要有任何计划，这几年你就先等一等，你等一等，你死不了。相反的，就是说你这边你卡个跟头，你血都没止好呢，完了你这个时候你又要出去跑去了，那不是伤筋动骨了吗？那不就，所以就是这几年就大家消停一点，其实是这样的。我因为觉得破产了，想把我男朋友赶走，所以他看小大夫车一卖，他就在那哭。不懂，我还是不懂。想把你男朋友赶走，那应该是你哭啊？你男朋友为什么哭啊？你是真赶了，还是就想赶还没赶？我怎么看这个文字，就是你真把他赶走了，然后他不走，完了他看那个就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哭的呀。对呀，对呀，我觉得你哭才是值得被炫耀出来的，对吧？他把自己带入小大夫了，我更没懂，他把自己带入小大夫了，小大夫也没什么哭的呀，他是为他舍弃了什么吗？对呀，就是他，不是他那个你说的点我都没懂啊，他把自己带入小大夫，小大夫有啥哭的呀？人家爱哭不行吗？是的，谁问爱哭，爱哭。他哭是因为小大夫失去了自己这么喜欢的东西。那意思是他还是没懂，我失去了那么喜欢的东西，那他带入我，那他是失去了什么东西啊？你也给他买车了，你也要把他车卖了吗？这是你说的，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再明白一点，那小大夫也没明白，我也没明白，没理解。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觉得小大夫很伤心。他是心疼我呀，是吗？他是心疼我是吗？
他爱上小大夫了。他是不是心疼我？他要是这样的话，那要不把我赎回来？原来是心疼小大夫。小大夫得到图图更多的爱，不是，我就跟你们理性分析，就是卖车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悲伤？就悲伤其实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确实是悲伤，悲伤的点是源自于什么？就是我们有一样东西，我们对它产生了感情，我们现在就是要失去它了，我们会悲伤。但是我们就是卖车这件事情本身它不悲伤，为什么不悲伤呢？你想想，车是贷款买的。而且是我贷款，我那个是付的首付，我付的首付。他卖车，他有什么损失啊？小大夫有什么损失？是我付的首付，亏的也是我首付的钱，小大夫一分都没亏，亏了。亏什么了？亏了那几个月。亏什么了？亏了几个月钱？亏了几个月钱你没花着吗？你跟我在一起？不是，我是说亏供的钱。那所有的事儿都是你占便宜呗？你觉得这世界？没有，不能这么说。所以就是他又是贷款，他自己就是我付的首付，他贷的款，能明白吗？我付的首付，他贷的款。如果说这个车它贬值了，卖亏了，那是我就是首付里边亏的钱。对。但是他贷款里边呢，他贷款你等于就是说把这个车卖了，他一下贷款直接还上了，就是他一点损失都没有，他就咔一下还上了，他一点相反解决一个麻烦，所以那他怎么能哭呢？就是他怎么能悲伤呢？哭的该是我吧，不该哭的人是我吧，对吧？对吧？两个人没心没肺的，我男朋友泪白流了。不是，我觉得她男朋友绝对没流泪，他就是没事找事儿，没事找话，然后怎么样的。你男朋友要没事流泪的话，你带他去看看眼睛，就沙眼，这是泪失禁。真的流泪了，那肯定也是因为那个一些你不知道的原因。哎呀，他还为我的视频而哭，有点感动。对呀，这太不可能了啊！有一点感动。对啊，小大夫怎么会哭呢？就是我告诉你，那个文案也是我写的，本身它就是那个悲伤的气氛也是我烘托出来的，那个 BGM 都是我选的，一切都是我这个背后那个操盘手，所以那个悲伤的情绪是我本人，对吧？对吧？本来这个小大夫就是卖车这件事没有悲伤，然后因为他拍不了这个视频，我说那我来剪吧，剪着我就悲伤了，悲伤没车了。而且就是更悲伤的事儿，比悲伤更悲伤的事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你们知道吗？就是卖车这件事情很悲伤，我很悲伤，但是比悲伤更悲伤的事儿，就是卖完车我亏下那个钱也没给我，都在他这儿，都在我这，但我也花了呀。你把首付也补上了，我把首付补上了。兰心雀舌，我把首付补上了，什么意思啊？我把首付补上了，兰心雀舌，就是你的思维逻辑是不是有一点的问题？还是你不懂就是卖车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儿？他可能没理解吧。不是，他可能就是没卖过车，他不知道，就是说，首付我们是付了一半，差不多将近一半。对。只是他以为可能有些人是那种低首付。你看他后面说的，就低首付那也是我亏呀，低首付怎么能不是我亏呢？比如说我付1万块钱，然后他因为贬值了5000块钱，那亏的5000是我的，我怎么能赚钱呢？贷款它是固定的呀，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的意思是你没亏吧？我怎么可能不亏呢？就他可能没卖过车，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是。就你想想，我10万块，我20万的车，我花了10万块钱付了首付，小大夫贷款了10万块钱，等他还贷款的时候，等他还贷款的时候，退到首付里的钱，也就是7万块钱，因为亏了3万，能明白吗？但是贷款他直接就还上了，能明白吗？他扣的他是那个贬值的钱，他是那个落地他是那个首付的钱，他怎么能是贷款的钱呢？贷款不会，你亏的钱不会从贷款里扣，能明白吗？因为你亏钱了，所以你贷款给你减少了、增加了，这不可能这能明白吗？他可能就是没明白。对，首付是谁付的？你在这个直播间20分钟了，你连一句话你都听不明白，你还是金主灵呢？请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你以你的听力和你的理解能力，我觉得你不会有钱。20分钟了，你都没听明白。你俩的感情模式也有问题，你男朋友最有问题，你男朋友就是问题大了，你男朋友就是赶紧去查一查上3甲医院去查一查啊。他现在开始 diss 人了。对。难怪是金主。白说半天了，就是有些人他理解能力他都不行你亏钱了不得不卖车，作为男朋友不伤心。我亏钱了不得不卖车，我其实就你这句话我也不太认同，就是说我亏钱了是亏钱了，不得不卖车这件事情就也不是说不得不卖车，就是也可以不卖，但是我们觉得卖更好。作为男朋友不伤心，这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作为男朋友他不伤心，他伤心吗？不知道他可能伤心的点就是我没车用了。什么？他哪有伤心过？我怎么没有？拉鸡巴倒吧！放屁！在小大夫眼里，他没有那种，就是起码他跟我在一起，他没有为了我的经济去掉过一滴泪不伤心，情感模式就有点不正常。那你男朋友为了我男朋友哭，你觉得正常吗？你男朋友也不正常，你的男朋友，你找的这个男朋友不正常，所以你也不正常，是不是？你要是找茬的话，我能找出你一大堆问题，对不对？对啊。狼包你辉哥，你也不正常。对，昨天又让我骗了1000多。我以为他也为我哭呢。没有，他又被我骗了1000多，然后他说这回能加那个微信了吧？我说不能。然后说那个，因为昨天他说那个就是说那个买茶几不是买那个编辑那个怎么样？然后他说那个我说得1000多，他说别扯，然后我就给他那个发那个就是那个商品截图，商品截图，但是我俩不互关的话，我那个就发不出去嘛，我就互关了一下。发完以后我就取关了，他说怎么又取关了？气死了！他说连不加微信连互关都不行。老宝你辉哥就是天使投资人，不是天使投资人，他就一个卑微的一个那个意愿我都没完成你也是个金主了，是的，宝爷大哥。图的质量肯定不太好，是的，我睡眠质量不太好，就是
我是属于那种困大劲儿才能睡，以后不是了，这点儿也不算，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我还会买其他东西的，凳子还没买。就买凳子啊，那个编辑不买，编辑那个贵，不买编辑了。我昨天又买凳子不也是差不多价吗？凳子6个是1200。300多1200这样，不一样。我昨天看着一个凳子是240一个。刚刚那个人说你们没心没肺，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一脸又萌，我觉得一脸又萌，我就觉得这个叫一脸又萌的这个人，首先他不是金主，第二点他其实有点没屁搁了嗓子，就是没屁搁了嗓子，就是没话找话。第三点呢，我就觉得说他这种人，他不会成为有钱人，就是你们懂吧？就是像他这种思维和他这种就是，聊天方式，我觉得他就不是个有钱人。有钱人不会这样啊。对 ，Old King 就是他撒谎，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撒谎。就生活当中就是，是这样的。太自以为是的人，咱俩到底谁自以为是啊？你来点评我，然后你说我自以为是啊。拜拜，层次太低了，你加油吧你，你再高一点。男朋友别哭啦，看着你男朋友，啊，加油吧，金主龄层次高似的啊。下去再沉淀沉淀。他有点那个被说中了，然后有点那个仓皇逃窜的感觉。她男朋友有微信互相，不急呀，不急。就我直播间里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说自己有钱怎么样，完了就是有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人，在我直播间里说自己什么有钱之类的，就是你不觉就是我作为直播的人来讲的话，我看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很奇怪。第二点呢，就是有钱人从来不说自己有钱人，啊，你们能懂不？就是真正的有钱人从来也不说自己什么啊，我是有钱人，没见过这样的有钱人，能明白不？你们能明白不？很喜欢争辩，争强好胜，是的啊，我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财不外露，不是财不外露，这个不是说什么外不外露，就是有钱人他不会有这种思想，就他不会做这种事儿，他都不是说外不外露的事儿了啊。没有人会刻意伪装自己有钱或者没钱这件事情，特别是有钱人，他不会就是说，有钱人不会说告诉别人说有钱或者没钱，就是他没有，他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意义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为什么要跟别人说？而且就是一个网络世界，你说了又有谁信，或者说又有谁去关心这个事儿呢？对吧？就是有钱人他就不会做这样的行为啊，跟外不外露没关系啊。泡四，我身边太多有钱人了，我身边有钱人从来不会跟我说，哎，我有多少钱，或者我是有钱人，我是金主怎么样的，哎，我怎么样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曾经遇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有点，就是他其实，我那个时候刚出《只怪我是金牛座》这首歌，没有，啊，出了，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写自己的歌了，我就开始原创歌曲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小的一些知名度了，小的知名度，然后有一个人就是我忘了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好像是交友软件，那个时候还有交友软件，然后他就加我，加我之后，然后他说，他说你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就做个直播之类的，然后那个写歌。他说啊，我听你写的歌了，不错。我说谢谢谢谢谢谢。然后他说你要不跟我在一起吧？我说我也跟你不熟悉，我说那咱俩得先接触接触。他说啊，我条件还不错，然后说那你跟我在一起以后呢，我就不希望你做自媒体了，啊，你就是就是好好跟我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也会给你钱花之类的，然后咱俩好好在一起之类的。那说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神经病。直到后来，就是我看到他的那个朋友圈了，我看他的那个长相，长得吧，严格意义上不是我的菜，因为我喜欢可爱型，他是那种爷们儿型，然后又练一身肌肉，就是那种壮雄爷们儿型，然后朋友圈也是就是没事去各大酒店去打卡，就今天在什么新加坡的酒店打卡，明天在那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酒店去打卡，反正就是这种，就是那种熊圈名媛，名媛金主就那种。后来他就跟我聊天儿，那一年我就26、27岁吧，我其实也是跟他聊天儿，但是因为我也是一，我说我也是一，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这个都可以商量，因为他是那种特别爷们儿的那种类型。他说这个都可以商量，但是呢，他偏一，还是希望我做零。后来就接连几天，然后就聊天，聊。后来有一天，就是好像他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把我惹着了，要不就是我说了什么东西把他惹着了，反正我俩不欢而散。啊，不欢而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俩都没见过面啊，就是不欢而散，然后且没见过面的一个关系。结果大概又过了1年或者2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算是我的一个走得比较近的朋友，他就问我说：“其实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你是不是跟那个人在一起过？”我说哪个人呢？他就给我发视频过来，就是发就是那个照片过来。我说这个啊，我说没有在一起过啊。他说是吗？但是那个人说给你花了很多钱，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你俩发生关系了，然后就是不和谐，就没在一起了。你们就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就是很奇怪，因为没见过，更不就是没见过，不可能给你花钱啊！你说没见过怎么花钱呢？第二点呢，就是发生关系以后，然后不就怎么呢？没见过怎么发生关系隔空？对，就有这种事儿。因为那个时候算是我们拍了那个《跟我回家》了，然后就是后来我身边的朋友就分析，就说因为你拍《跟我回家》火了，然后他可能就跟别人说这种事儿，他可能就有点有面子啊，就造个谣说自己就是说跟我那个怎么样有面子，就是有的人他就干这种事儿。而且就是后来我也就确实也是就是后来就人脉比较多了嘛，然后我就跟别人说起这个事儿，他说他经常说给别人花钱，但是也没给谁花过钱，就是他其实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金主的身份其实就是水分挺大的，但是因为他们也没跟他们接触过，所以说的也没那么确定，就是
真正有钱的人他不会说自己说什么，哎，我给你钱花之类的，就是把那个大饼画的太那个怎么样，不会，我觉得不会，啊，起码就是我遇到这么多人，我觉得相反的就是我认识的有钱人，我认识的有钱人都比较的抠，我认识的有钱人都比较抠，而且我认识的有钱人都非常非常忙，这跟网上的那个说法也不一样。你知道网上的说啊，一个人就财富自由了，然后所以他就非常的清闲，然后他啊天天周游世界之类的，就是说这个有钱人的生活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接触的所有的有钱人都忙飞了，这个又跟大家网上传的不一样，就是网上传就是说有钱人天天吃喝玩乐，啊，没事旅游啊休闲，但现实当中有钱人一个比一个忙的飞鞭子了都，啊忙飞鞭子了都，就他们真的就是每天就是说实在的，就是说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我一开始我都说，因为我也带着就是那种网上的那种视角，我就说，因为我身边不是有一个10亿的一个大哥吗？我就很好奇啊，我说你身家都10亿了，至于全国各地飞吗？因为他就是要因为他全国各地都有那个就是分店嘛，一个城市大概有十多家店这种，然后他就全国各地飞。我说这种事儿你不能交给别人吗？我说你作为那个创始人，就是这个公司绝对的老总，你到处飞干什么呀？他说那个就是你得下去巡查啊，而且我发现那个有钱人就一般的有钱人都是有一点强势，就说啊他们干的啥也不是，我得过去。我说那你们就是全国都有店的话，那怎么可能就是说没有区域经理呢？他说区域经理的能力就是一般，他得自己去，就是可能区域经理的能力其实也挺强，但是因为他是那个老总，所以他就很多东西他不放心，他就得去，是这样的。啊，这个真的打破了我在抖音上看到的那种就是所谓的就是有钱人的那个状态啊。全国飞的不是 MB 吗？你这个层次可能也只能接触到 MB 了啊。他只能点 MB，就可能也会走上这个道路啊。10亿是的，真的是，真的是我认识的最有钱的大佬了啊，因为其实她跟她男朋友，她男朋友是7亿，然后她是10亿，或者说她男朋友是7亿，她男朋友是她男朋友是3亿，她是10亿，啊，就是这样，就是每天都很忙，起码我看到的就每天都很忙，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这个大哥其实一开始其实就是我去过他单位，他在那个一个写字楼里边，有2层是他们的，对，有2层是他们的，然后我就去了之后，我就在办公室等他，然后他就说他开会。结果开会的时候，我就闲着没事儿嘛，我就是那个来回走，然后那个他就出来了，他说那个，哎，你怎么来回走呢？我说我没啥事儿，我说那个我看你开会啊，他说行，结果我就看他开会，哎，看他开会我都特别特别烦，你知道吧？他开会我特别特别烦，为什么呢？他是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管的那种管理人员，就是他那个老板，就比如说这边管理人员在那块说话呢，他突然就插一嘴，他说这个都已经那个讲过了，就那种就是非常不尊重人，而且就他要把控所有的情绪，
按照咱们常理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老板如果说是这种行为的话，他公司肯定开不大。这你知道吗？就网友站在宏观的角度都会评价，就是说这个老板不懂得尊重人，这个老板他那个就格局比较小，这个老板什么事都管，他一定做不大啊。基本上都是这种评论，或者说这种固定的思维，就评价就是这个有钱人。但其实啊，我看到的他什么都管，而且就是脾气特别的急，他比我还急。就比如说一个事儿，别人说不到点子上，他就直接怼，啊，就直接在那个开会的时候就骂。哎呦，我就觉得是真的跟你想象的那种有钱人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是你接触了你才知道。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有钱人都应该什么，你知道，就是经常网上会有一些评论，就是说他绝对不是有钱人。如果他是有钱人的话，他气度应该会非常大。就这句话，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合理。一个有钱人他气度非常大。这个他怎么可能挂的等号呢？一个有钱人他气度应该非常的小，而且他就特别较真儿，啊，特别较真儿。有钱人是特别较真儿。如果说你们看到一个有钱人他特别大度怎么样，特别那种就是那个和善怎么样的，那可能是假的。他为什么会有钱？你就想想那个所有的帝王。那心思都非常的缜密，都非常那个小气，非常的那个就是爱揣测，爱那个就是嫉妒啊，怎么样？反正各种各样的那些小人的词汇都在这些人身上。对，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是那些人就是阴损，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有钱人其实他必须得小气，他必须得阴损，他必须得就是阴谋阳谋的上。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有一天有一个人会跟你说什么啊，这个人他绝对不是有钱人，因为他这个气度比较小，格局比较小。我觉得一定是这个可能他不了解有钱人，他不了解老板是什么样的。老板真的是他的钱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他一点点精打细算，他一点点争夺回来的啊。所以就是这个跟你们的认知又有不一样啊，就是当你去接触了这些人，你就知道了。接触的其他人不是除了10亿那位接触其他人，10亿是我接触的最有钱的，剩下都是可能就是那个台湾大哥可能也上亿，但是因为他是台湾人。台湾人的个性，他就是会，就台湾人呐，台湾人的，我跟台湾人接触，我一直都猜不透台湾人在他的真实的情绪，因为台湾人他是比较礼貌的，他可能就是生气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婉转和礼貌的去表达，在我们眼里呢，我们看不懂。我们看不懂，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生气，或者说他怎么样的，或者说他的真实的想法。就台湾人跟你讲话特别绕的，他可能不机车，跟机车有什么关系？就台湾人哪怕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等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传达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台湾人那边已经很严重了，对。所以就是说，你说台湾人就是那个其他有钱人大不大度，我其实感受不到。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小钱的人会大度，有一些小钱的人，比如说我接触过的就是有一些小钱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有钱人应该大度，所以他们会大度，会有这种现象就是那种就权力比较高的，或者说有钱人，他反而不顾及别人因为他觉得没必要，我关注你什么呀？你觉得我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认不认可我，你买不买我的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乎的是利益，或者说我在乎的是那种就是我在乎的人
啊，那个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我在乎你，我在乎不过来吗？就是有钱人可能是这样，但是是那种稍微有点钱的，或者说就是那种，呃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的，他们可能就是会营造自己的身份角色，啊，会有这种现象啊。当然我说的也不绝对，因为我接触的有钱人也是也就3、4个，但是我也接触过就是娱乐圈的那种资本的那种大佬，都是非常非常的自私，都是非常非常的自私且非常非常的霸道。啊，非常非常霸道。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就是我是有钱人，我屁，我是有钱人，我才不是有钱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接触过一个明星，我接触过一个明星，这个明星其实很多人都能猜到是谁，是个女的，我会觉得她非常非常的自我，非常非常自我，就是她是那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捧着她的那种，然后她身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像那种狗腿子一样，哈巴狗一样，真的像哈巴狗一样，她会在这种生活的圈子里边，她会迷失自己，啊，她会迷失自己，所有人跟她说话都是恭恭敬敬的，包括包括娱乐圈的一些小明星，比如说马迪，南山南的那个马迪，啊，就是但凡咖位没有他大的，就是包括马迪都在舔着他，是这样的。就你们真正的你们去接触什么明星娱乐圈，你们会发现这个圈子不是说虚伪，就是大家哎呀，就那些就是就是捧着人的那种嘴脸，真的是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嘴脸，就真的是那个。真的是那个嘴脸，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电视剧里演的是不是太夸张了，但现实当中真的是那样的，就他们就是舔一个人的那个状态，哎呦，而且你会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你会发现哦，其实娱乐圈真的，哎呀，就是不舒服。你在旁边，你旁观去看这些人和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假，还有就是没人权，就感觉就是咖位低的，或者说就是那些就是那种那个捧臭脚的，就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对，就是大家都在恭维，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样，然后你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就是包括因为我在北京嘛，我在北京经常会参加一些饭局，所谓的剧组的饭局，那个剧组的饭局我真的不夸张的说，剧组的饭局就是一场一场大型的那种就是阿谀奉承的现场，那里的就是你哪怕长得再好看的那些演员。就是不是演员，我那个时候还没接触到演员，就是那些学表演的孩子，就哪怕他们条件各种好，各种牛逼，他们在那个饭局上，他们全程做的标直儿，就那做的标直儿，无论男的女的啊，做的标直儿，然后旁边会有一个所谓的他们的老师啊，或者说他们的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们的头在这块阿谀奉承，这些那个学生演员，他们就在那做的标直儿，因为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人家就是头可能阿谀奉承的时候没有机会让他们说话，他们说话就是一种非常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他们就全在那做标直儿，也不敢插话，就在那听，然后就特别特别。然后头就说，哎，这是我们那个剧里的那个，就是那个男三啊，就是这个是咱们那个这个剧的制片人，啊，赶紧就敬一杯。然后他们就像就是
员工一样，就像那种机械的员工一样，他们赶紧就噌一下站起来，然后特别就是面带着微笑，然后跟人敬一杯酒。然后你要是那个就是领队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个老板，他的那个素质不高的话，他会就是有一点点侮辱性的，就说这小子这么天天气死我了，就是你们就是帮我管教管教，而且他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就那种就带着一点黄腔的那种，就简直是就是一般人是承受不了那种就是带着那种颜色的那种暗示那种侮辱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在这个饭局里边就会，哎呀，就是很明显，就很明显。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说我是20多岁的那种，哎，我看到这种场合，可能就是我20多岁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刚嘛，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心里我肯定受不了。现在如果说你跟我开那种玩笑，我也受不了。反正就全程是那种恭维，领头的就说你要敬酒，咔一顿敬，然后你要挡酒，就是演员是没有挑选你可以喝可以不喝的权利的。你既然你来了这个局，你就做好你该做的。比如说我要喝酒的时候，你必须得敬啊，你要陪好。他们都没有说不的权利。有的人说你知道，就有的人就是看那种就是就是那种北京的剧，就说哎呀不喜欢这种氛围风格。但你们要知道，北京大多数的饭局都是这种风格，就非常不让假。如果说就是你们看剧你们都受不了的话，你们现实当中去接触北京的那种酒桌文化的话，假到要死。你们可能真实经历的可能要比那个还要夸张。当然我说的是你在这个圈子你需要这个资源的情况下，你会卑微。你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北漂，你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完全可以做自己啊。但是我觉得娱乐圈真的是狼多肉少，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的去展示自己比别人更好更优秀的东西，给展示给别人。对，不夸张的说啊，真的不夸张的说。所以你知道我直播间里有一些就是装逼的人，我一眼我就能看出来他们是真的假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我接触的这些人比较多了。对，我接触的人就比较多了啊，所以就是你装不装，我一眼我就能看出来啊。你甭在那块犟，有些人在那块就是说了一些那个什么那个谎话，我也能猜出来，因为他逻辑性不成立，他不成立。说的都想跟你去长见识了。我在那里边，其实我在北京的饭局里边也是，我也不是主咖，我做不了主咖，就是我在这种饭局里边，一般都是说，这个朋友带我去的，然后我就是去那个吃饭，然后我也没有说那个怎么样，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算是接触的一个影视圈的大佬，所以跟他见了一些世面，包括我们在北京也会经常认识一些什么圈子里的影视圈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就是影视公司的大老板啊。对，图图要被潜规则了。哎呀，我告诉你啊，就娱乐圈里，我自认为啊，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娱乐圈里没有潜规则啊。我自认为娱乐圈里没有潜规则。就是潜规则是什么意思呢？潜规则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哎，那个我不想去被你怎么着，然后我莫名其妙被你怎么着了，那叫潜规则。真正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但凡在娱乐圈里的人，你都知道这个规则，你愿不愿意，那个是你自己掌握的。对，就是都是明着来的。
就是有些关系不是说人家强迫你强迫你什么呢？人家有选择，人家好多选择啊。你就经常会说什么导演潜规则，这个潜规则，那个潜规则，导演有的是选择，为什么要潜规则你啊？啊，但凡能说自己被潜规则了，那一定是说，可能就是说，导演给你发出了邀请，你没同意，然后你想借机的，就是说把这个事说出来而已。导演都是明着来，就说，哎，那个就会暗示你，那你愿意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算是潜规则，这是明规则，啊，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导演不会强迫你的，啊，对。所以就是有人说那个什么，刚才是有人说我被潜规则，我觉得我这个年纪也不算被潜规则了吧，也算是一种体验嘛，对吧？我也想尝试新鲜的事物，对吧？这个不算潜啊，我们没有到那种懵懂无知的那种状态，对吧？人家对你感兴趣，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是一些有能力的人对你，就比如说啊，一个剧组有一个投资人对你感兴趣，然后想跟你有一些关系的发生的话，我不觉得那是潜规则，我觉得那是一种看得起，挺好，哎呀，挺好。我在接受这种消息的时候，我都说啊，是吗？我的天哪，真没想到富贵到我头上了，是吧？哎呀妈呀，这终于熬到头了。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拿它当是一种那个就是困扰呢？对吧？你为什么要困扰呢？你困扰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个人对你产生了兴趣，而且这个人很优秀的话，你为什么要困扰呢？困扰是因为你不想做，他强迫你做了，但是现在没有人强迫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能明白吧？就这个点非常的就是重要，没有人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儿，你可以选择。因为这个圈子里，特别是娱乐圈，有好多的选择性，没有非你不可，没有非你不可。你以为你是谁呀？就是我剧组里边，我非得签你，当你表现出不配合，或者说就是那种，就是不识趣儿的那种状态，我招惹你干什么？就比如说我有一天，比如说，就是经常说那个，因为我也是拍剧的嘛，有的人说你潜不潜规则你们剧组的演员呢？就是有人看我直播就问我这个问题，说你有没有潜规则你们剧组的人员？我说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们就不相信。我说一般都是演员主动，就是说半夜就是说，哎，导演这场戏不会，能不能去你家就聊聊？我觉得这种才是现实的。这种才是现实的，哪有就是说我导演，然后我找别人拍戏，完了我强迫别人，就我找别人拍戏，完了我还强迫别人发生关系，怎么样的？你觉得这种现实吗？然后到最后那个一拍两散，完了我自己给别人留下把柄，我这不神经病吗？我图什么呀？你再说了，我们剧组，我们拍的剧，剧组里边也有5、6个演员，你说我欠谁去？那是有大好处，人家才接受吧。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那个菲，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就我刚才说的是不是有点绕了啊？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潜规则是，我对一个人有好感，然后呢，我对他发出了一些邀请，且他拒绝了，我强迫他，这叫潜规则。但是呢，
换一种说法，如果说我在剧组里边看到一个人长得不错，我发出邀请了，他欣然接受了，这叫恋爱，对吧？这叫恋爱，这怎么能是潜规则呢？而且就是，如果说我发出了邀请，他拒绝了，没有发生关系，这不叫潜规则，这叫就是这叫就是我没成功，它不叫潜规则啊，就是你一旦你有权利去拒绝的，我觉得这不叫潜规则啊。我老了很多，是的，你们也会老的，你们也会老的，所以就是，哎，有些人的思维逻辑我都觉得很奇怪啊，什么我潜这个我潜那个的，我还是那话，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个直白一点的，就是但凡我能找他拍戏的人，我基本上不会跟他谈恋爱。我也没说死啊，就是我但凡找他拍戏的这类人，我都不会跟他谈恋爱。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的是那种比较低调的人，就是比较我谈恋爱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不会找名媛呐、有社交软件的这种，就是特别火的这种，我不太会跟这样的人相处，因为我觉得相处起来不舒服。不舒服，我就喜欢跟那些就是，比如说有钱人他就低调，有钱人他比较低调，或者说那种就比较素的人，相处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多顾忌。你们就比如说，你要跟一个网红在一起，你俩在一起有什么后果呢？你俩在一起以后，你俩的粉丝可能就会不愿意。然后你俩一起直播的时候就会，我更喜欢谁，我是奔着谁来的，那个你干嘛那个就是我们的粉丝多一些，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就是比较啊、吵架呀，然后就是包括粉丝与粉丝之间的掐架，然后会挑拨，真的是有这种现象，屠龙都喜欢，那。你们现在是有几个那个，就是说我们共同的粉丝 CP 粉，但你们要知道有很多是单独只喜欢龙二的呀，你们能懂不？你们要知道，就是很多看过我们剧的人有单独喜欢龙二的，他们并不觉得说我应该跟龙二在一起，他们想跟龙二在一起，那所以他就会挑事儿他们就会挑事儿。深圳的房子卖掉了吗？深圳的房子卖掉了吗？没卖。讲一下口直男的故事。口直男的故事，谁呀？蜡笔爱上白纸，谁口？我讲谁的故事？我呀？你说我呀？谁？蜡笔。之前说过别人的，谁呀？小米粒，在公交车上的。你说正啊？是不是那个阿正啊？就台湾的那个阿正啊？主播还有这种没有？没有。他们说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连线，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连线，然后讲述了他在公交车上去那个那什么那个别人，剧里的正，剧里有正吗？剧里也有正。我说的那个是台湾的一个朋友，跟剧里的正不是一个人。我没有这种情况，
我这么大人格主义的人，我不可能喜欢直男，直男是我这辈子都不会碰到的一个区域。我是非常非常讨厌直男的，就是我会觉得说什么呢？直男很脏，你们能懂不？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是个同性恋，我喜欢同性恋，我不会喜欢直男，我就是会觉得直男，首先你喜欢人家，对人家是一种负担和骚扰。第二点呢，我并不觉得直男很优质，或者说直男比 gay 要优秀。我相反，我会更喜欢 gay。我喜欢 gay 的什么点呢？我喜欢 gay 的细腻，内心 gay 是很细腻的，跟他们交流起来会得到心理的满足感，因为他们会能跟你聊深层次的东西。你跟直男聊的是什么？哎，你看这女的了吗？那啥过，哎呀，可那啥了，就怎么样？他们就跟你聊那些黄的。你跟一个直男，你能聊这些东西吗？我聊不了，我交流不了。所以我喜欢直男干什么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直男不讲卫生的。直男他一个男的他不会喷香水，他不很少有喷香水或者说怎么样的，他更多的他是比较狂野的那种，他可能嘴也不刷怎么样的。就是我喜欢 gay 的点是什么？他们爱干净，他们皮肤好，他们没事喷点香水。我靠近他们，我会觉得说，哎呀，他们这个香水味道很好闻，我想靠近他们。我觉得他们肌肤吹弹可破，我想去那个，就是那个在他耳边说话那种。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同性恋的主要原因。我不会喜欢一个粗犷的人，可能就是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会喜欢直男，他们可能就是生活里边。可能跟直男会有一些经历或者有一些接触之后呢，他们可能会在直男那儿尝到甜头啊，或者说在直男上身上能得到一种所谓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就像我大多数的零的朋友都喜欢过直男啊，都喜欢过直男，就是他们就喜欢直男。啊，他们觉得直男身上没有 gay 的气质，他们觉得 gay 都有点娘，他们不喜欢娘的，所以他们喜欢直男。啊，我不太懂，我说我就是个 gay，完了我喜欢直男啊，我本身是个男的，完了我再喜欢一个直男，他比我还爷们儿，然后他比我还大条，我喜欢男的是因为，可能我一开始进圈我接触的。不是我可能在人生的分岔路口里边，可能有一个男的出现了，所以我喜欢直男，而且，不是直男，我在人生的分岔路口里边有一个男的出现了，所以我喜欢 gay 了。但是我喜欢 gay，因为我的个性里边也可能偏一点，偏大男子主义一点，所以我喜欢的 gay，就不用他。像个男的一样，就是稍微有一点母我都能接受，因为我喜欢的就是一个男的，我干嘛还要求他，对吧？对吧？我就喜欢那个柔弱的男孩子，啊，我喜欢柔弱的男孩，我喜欢那种就是细腻的男孩子，我不喜欢那种就是粗犷的男孩子，啊，你就很多人就是。就是不能理解，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直男啊？我不喜欢。你恋老怎么办？恋老我觉得，你知道我在深圳啊，我在深圳有好多人恋老，我不知道恋老是什么感觉。就是有一次啊，因为深圳有很多的老头吧，我喜欢娘的嘛，我其实不是刻意的那种，就是特别过分的娘我都可以接受，比如说你。就是什么样的我喜欢不了，我喜欢不了那种就是伪娘，我喜欢不了长头发的，就是伪娘我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圈子里久了之后，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行为上或者思想上的一些娘。我其实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就是这样的，是 gay 他多多少少有不是说三分娘，是 gay 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娘，啊，他就算是你是个一，可能你也是个跳皮筋儿的一，对他可能就跳个皮筋儿，你这
那你能说你是个一，你就不能跳皮筋儿了吗？对吧？那你这个我觉得你要求有点太严格了，对吧？啊，我娘过吗？我觉得我不知不觉当中也会有透露着一点点，对，这个当然就是没有人直白的跟我说过，啊我见过一张照片，啊，就是你，女装嗯，那个是节目效果，对，节目效果，好，对，插播一条广告。跟你在你身上，来，好好坐着，人家那个像那个就是娱乐圈里那种陪酒的那种演员，我要怎么做的？这么做的，把眼镜摘了，这么做的，娱乐圈里不喜欢那个戴眼镜的，这要怎么做的？来说说话吧，敬各位大哥一杯，来，来，好，来，各位大哥一口闷了。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呀？介绍一下咱们身上的这件衣服啊，咱们身上的这件马甲下来一点，马甲，咱们身上的这件马甲，嗯，你再过来一点，快点儿，你别断了说啊，大哥们都不耐烦了，快点。大哥们，来，我为你们介绍，插播一条广告，为你们介绍一下我身上的这件马甲。小大夫当家做主了。介绍啊，介绍我，哎呀，什么面料的呀？这什么面料？聚酯纤织啊。什么是叫聚酯纤维吧？看一下啊，百分百聚酯纤维面料的马甲。然后，聚酯纤维是的，聚酯纤维的马甲。有几个颜色呀？这2个颜色。有2个颜色，你对啊会不会数数？这个也是吗？废话。哦，我们有4个颜色，我们有4个颜色儿。这个我身上的是白色儿，他身上的是蓝色，然后我们还有黑色跟粉色。粉色的给大家试一下。看有一个粉色。粉色的娘不娘的？给大家试一下来。妈呀，我穿粉色老好看了，我跟你讲。来试一下来。给你们看看聚酯纤维，是的。那个不叫纤维啊，那叫纤维。聚酯纤维。对。不好意思，发音。我不知道现在的发音是什么样子，我们那个时候叫纤维啊，不是。发音。给你们看看这个粉色的，我觉得这个粉色的最好看。粉色的有一点点就是显年轻、显潮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但是我这个黑色感觉搭粉色的不是很好看。对。要用你那个白的搭粉的。也挺好看的啊，别往下拽了，这东西它就是一个特别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搭啊。多好看，是不是？这个粉色的。那这个衣服什么时候适合穿呢？这粉色就适合现在冬天穿。现在正好，这还挺厚的，你看。还挺厚的。正好。现在冬天嘛，天冷了，现在正好。清理好清理吗？站中间啊，站中间，看得到吗？站中间。你看这个面料也好，这面料就是防水。防水。就是污渍弄到上面它都不会。弄脏了就拿湿巾擦一擦就好了。拿那个湿厕纸。你就直接拿，对啊，你这个，你就是弄到污渍之后就拿水这么轻轻一擦，它就直接就掉了。多方便。给大家看后边。还有充容量。充什么容量？这又不是羽绒服。这不是，对啊，有几个尺码，啥尺码都有，能不能机洗？这个能机洗，这个它上面这里有一个标签，它写的是能够机洗，然后呢就是正常去晾干，应该是不能，这个不能烘干，这个是要正常晾晒的。我给大家看后边。你看，后边是一个特别。就这一个面料。就一个面料，这个面料就是那个防水防污，我没链接，这个你们就私信他这个账号就行，你私信他，你们私信他，然后呢
发出你们的身高、体重、地址、电话，然后呢，他会给你们回复。价格呢？我们这一件衣服的价格就是129包邮。129包邮。129包邮，算是价格比较适中的。对。就大家。因为这件衣服现在它挺暖和的，你现在就穿了一件，我就穿了一件衣服。广州地区你冬天穿这个就可以了。啊，其实也不用，就是这件衣服它还有一件搭配，就是你里面的这个内衬，你穿一件那个帽衫啊，帽衫，就穿一件我们那个帽衫，然后呢就搭一片这个马甲，又好看又百搭又暖和。对，要不然你穿棉服的话会有点就是不时尚。你偶尔你买一个那个马甲去那个搭配一下，也算是年轻一点啊。对。128还是129？这个是129包邮。129包邮，是的，129包邮啊。对，但是还是尽量就是说，希望就是尽量就是咱们那个南方地区买，北方地区我觉得就是你在家穿还行，但是在家买这个性价比又不高，所以你南方城市你还是可以买的，就是刚冷的时候或者说刚暖和的时候你可以穿一穿。我跟你讲，下个星期南方不就是又来一波新的降温嘛，这个就特别合适。对。你看这个充绒量，不是充聚酯纤维量，你看老厚实了。就是它这个材质还是那种防风的材质，风透不进来。没挂车别说价格，应该也能说吧？也能说，但是说的少一点就行。对，你们就私信这个图图的账号就。怎么还抢镜头呢？私信图图的账号就能买了啊。主播不自信，粉丝都不敢买。吹起来，我们不吹啊，我们不吹，因为这个衣服吧，我们说实在的，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制作的，我们是属于带货。如果说就是有一些质量上的问题的话，大家反馈给我们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129的东西吧，其实可以试着买一买。对，反正我穿着是不错，但是我们也没水洗过。这个是该说不说的，就是大家如果说觉得质量不好的话，可以跟我们反馈，我们想办法协商怎么样的。因为这个丑话咱们说在前面嘛，因为确实是不是说特别你们现在去网上搜，就是像这种款式的基本上都比这个要贵很多，因为这个稍微反正我们买的这个编马甲的话，一般都是200块钱左右啊。对，200块钱左右。你要说这100多块钱的东西，而且我们还要赚一点，这个其实就是一般啊，就一般。基础款是的，衣服不好带，退货率高。我这随便，大家愿意退就退，啊，大家愿意退就退，这个没关系的啊。你退的话，我下次不卖你了。对，啊，带吃的我们不带吃的。吃的就是进口的，我觉得不行。带吃的上我的直播间。对，带吃的我觉得就是有点推魔芋干。安全方面的问题。日用魔芋干。里边也是羽绒的，啥时候都没说它是羽绒的啊。聚酯纤维的。纤维。纤维，这叫纤维啊。你们现在那个小学生有没有？就中学生，就是你们这一代，它叫纤维还是纤维？是不是纤维？纤维还是纤维？纤维，聚酯纤维，聚酯纤维。纤维是不是啊？啊，纤维啊，对。因为现在的那个中国汉字它改的，就是说有些发音就很奇怪了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的是一个样，完了现在又改成另外一个样了。啊，对，我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改来改去，可以说是4年。对。就是你就是像广东地区你就可以买啊，就是推荐广东地区的买。你要是其他地方的话，我觉得还是冬天会有一点点小冷啊，除非你在屋里穿。纤维是不是啊？我也是在哈尔滨学的是纤维啊。不能烘干，对，他这写的也不能烘，没有说烘干，只能够晾晒。这是暖和的呀。
我穿着是暖和的。对，大家买的话就是私信我129，你就买一件试试，穿着玩呗。我得给狼宝你辉哥寄一件，连上次的那个短袖，上次短袖还没给人寄，是不是？狼宝你辉哥都不在了，下线了。不在吗？他在不在？我不知道哦，不知道。我佣金有20%吗？我们不是佣金，我们是那什么，是直接这边就是这个发货一件发货啊。如果说是什么佣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花小车了，是不是啊？不过多聊了啊。有需要的赶紧联系啊。一股廉价感，那100多块钱，那可廉价感。你知不知道现在物价多高啊？我现在但凡买个羽绒服都7、8千。对，但凡那个就是说你看得上的羽绒服都是7、8千。你现在别说羽绒服了，你但凡你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是几千块钱。我那个破的那个冲锋衣还他妈几千块钱呢，啊。都是赚的，但是那个品牌文化。品牌文化，其实就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人家就是挂了个，人家就是给了一个品牌，人家有品牌赚了品牌文化的钱。对啊，我之前我就一直买那个真的那个 LV 啊什么的，Gucci Prada 什么的，你知道真的那种那种奢侈品啊，就是那种衣服，你不能这个洗，不能那个洗，就特别麻烦。不能这个洗，不能那个洗。我经常会买了一些什么奢侈品的那个，我记得我有一个 LV 的一个那个，好像类似于那个羊毛的，我就水洗了一下，缩水了，缩水了，哎呀妈，7000块钱的一个我好像某一张照片上还有7000块钱的一个羊毛的一个小衫儿，这就缩水了，变形缩水。突然想到那个什么医生啊，我的下半身的那个，对啊，我的那个鞋是不能沾水的啦，是因为我又不知道。关键我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羊毛的呀，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一个小衫儿嘛，就是针织衫嘛。结果下水了以后，然后我就说，哎，怎么缩水了？后来那个我就看那个小片儿，人就说那个这是羊毛的。我穿过贵的衣服没？没有。我看你穿不穿贵的衣服？最贵的也就1000块钱，哪有贵的呀？1000块钱？有一件贵的，也差不多吧，也是1000多块钱啊。啥呀？就是那些外套啊，像李宁的现在都卖到1000多呢。要不咋说，就是处对象这个东西吧，全凭良心，就是还有一件你买的那我他妈在上海给他买的那个短袖，他妈1800。对啊，那不都是1000多块钱吗？他就心里就没有这个事儿。我就满怀期待的，我看着他，我说他能不能想起来这个东西？我就是刚刚就是要说这件事情。我去上海就是那个当时是那个给你买的，完了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刚在一起没多久给他买的。那时候不是给那谁买生日礼物给我烧的吗？那也是给你买的呀。我刚要说那个不也是1000，我都说了1000多呀。哎呀。然后我说那李宁那些外套全凭良心了。明明就是有说1000多块钱，我知道那件是1000多，哪有1800那1500-1600好吗？有吊牌。应该18000才是真爱。明明就是1000。我都不止18000了。那牌子叫什么 K 什么的，一股小红。Kenzo。你买。但是，而且他买，其实我觉得那种贵的衣服，其实质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那肯定的呀，它事儿就是它虽然是棉，但是对它的领子那些什么的，就洗2下就会自己就变大了，你就没法再穿了，你就不如优衣库的质量。优衣库的质量99块钱是任你造了之后它还是那样。你放心，以后你就穿优衣库的命。以后我再也不给你买贵的了。我们现在不就是连优衣库都穿不起了吗？还就穿优衣库的命。以后就穿得起，我也不给你买。那不要嘛，咱还是穿一下嘛。有啥穿的？要穿的。估计分手了，小大夫也会黑图图。是的。我黑你什么？你有什么可让我黑的？优衣库这几天也打折，变天转季啊。优衣库暴露了，优衣库我觉得很贵呀，优衣库啊。优衣库现在在转季啊。我们现在买的衣服都不如优衣库贵啊。你们以为呢？贵。啊？不如优衣库。优衣库贵啊，优衣库咋不贵嘞？而且优衣库就烂大街，就是你很怕，就是你要买基本款的话还行，你要是买那种稍微带点。我跟你，优衣库的那个保暖衣不得不说是真是这个但是它真的很贵，优衣库的保暖衣199才一件，上身下身就是上半身上半身是199，下半身199，那你加起来你不就500块钱了？而且你只能买的一套。是的。对啊，你像现在什么他们京东抖音里面带货，人家一套保暖衣也才129，也才100多块钱。那你优衣库一套内裤不错，内裤袜子都不错。它内裤也很贵啊，一件49不贵吗？39吧。哪里啊？35吧。也不是，反正我买的多，每次都。那你可能没在那个打折上买的啊。它那些很少会打折。好像39还是35。它打折是100多3条，那个时候就是便宜点。优衣库的羽绒是什么价格？好像是200多块钱是吧？哪有啊？优衣库的羽绒都是299、399、499，它打折的可能才会说199，它绝对不会低于299开头。就是老头老太太款。就是那种你像那个轻羽绒它要399，很贵的。关键款式太丑了，就是年但是轻人很保暖。对，保暖。它确实是很保暖，但是就是丑。199加199不是400，怎么到500了？因为它有分什么低舒暖、中舒暖、高舒暖，就是我说的只是最便宜的那一款。你要贵的那一款就要299那一款，很贵的，你以为？对，就是丑，就其实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你可选的款式就太丑了。就是一般人就觉得，因为现在我就这么说吧，之前我其实穿那个优衣库，但后来我为什么不穿了？因为现在就是整个的服装行业其实都在大缩水、大减价。优衣库的这种价格我可以选择好多，而且款式都特别新的。其实优衣库它分地区打折其实不一样。你看那个，你说你没有看到过399的，只有599的。但是我们深圳这边的，它就可能就是有一些是便宜的，但是你去别的城市的优衣库，它就是就有贵的，又没有便宜的打折，它是有分的。所以优衣库其实大家可以选，但是如果说你要看重款式的话，我就觉得选不着啥。机卡宾。海澜之家怎么样？没穿过海澜之家。我们这个岁数还没到。我有海澜之家的领带。对呀，我觉得我岁数还没到。海澜之家有一点土。不是土，我觉得那个品牌那不是我们这个岁数穿的呀。男人的衣柜。就因为这个事儿，我都讨厌杜淳很久了。现在不是零更新吗？反正我就觉得杜淳是我真的很讨厌的男明星。杜淳在那其实还好吧。不行，他那个感觉不好，而且杜淳感觉就是肝不太好，他脸色儿不对劲儿。这不是印象天儿，你知道吧？
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那个杜淳，因为杜淳他像个直男，我就喜欢印小天儿，因为印小天儿就是一看就是个 gay。还演过西门庆。印小天儿我就很喜欢，我就觉得哎呀，一看就是那个 gay， 就那种感觉，还是那种就是那个 K-pop 零，对，喜欢胡兵不喜欢。不喜欢，胡兵是个 gay。胡兵是有疑味儿，他有疑味儿。胡兵好像以前也是在咸蛋家待过。就是印小天儿啊，郭晓东啊，还有那个演那个盗墓的那个叫潘粤明啊，我觉得这种就是嫩奶奶的这种我都挺喜欢的啊，嫩奶奶的，特别是潘粤明，包括郭晓东我都挺喜欢的，刘壮石知道吗？我知道，但是你想问什么？我知道，但不熟，我不认识。就是我知道，我不熟啊，我不熟啊。白夜追凶，对，我觉得潘粤明就是我小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演技很好。行。啊，胡军儿和那个刘烨之间有什么不？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你们说什么那个谁演技好，我就觉得你们其实，就是我不是说怎么着，我就觉得你们觉得演技这个东西，就是就形容一个人演技，我就觉得你有点用的太随意了，啊，就是你要评价一个人的演技，我觉得你有点太随意，因为有些人他只是在完成，他们达不到演技这个词，啊，因为他们没有技巧，啊，能明白不？你们能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就是演技，演是一方面，技是一方面，就是技巧是一方面。有些人他达不到演技，他只能说他在演啊。段奕宏啊，男演员段奕宏，就像我会觉得说，这我又要说我不说别的剧组或者说别的那个拍短视频的，我就说我们剧组里边，卡是在演，但是龙二是有演技，对，就是你要说卡有演技，我就觉得他没有演技，因为没有技巧，卡就设计不到他把那个演这件事情完成，都已经是他现在要面临的对的事儿，你更何况你要用到技巧，就好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唱首歌，啊，我要唱首歌，我唱首歌，我得先知道这首歌怎么唱，这首歌非常熟悉了之后，我才会运用一些技巧，比如说 R&B 啊什么什么的，那种一些技巧的东西，能明白吧？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跟那个有差别啊，有差别，就是卡大背头，你们能不能说说他呀？我也是偶然的会刷到他的大背头，你们能不能说到他呀？你们就不能说说他吗？让他把这个发型改回来啊！我这没办法说，你们还没办法说了，你们就说他呀！你说这个发型不好看，你能不能改过来呀？我也是偶然间我刷到以后，我说怎么变成这样了？因为他大背头，然后再加上留胡子，就是脏。啊，说完会被喷的哦，他不接受是不是？就我会觉得他之前干干净净的挺好的呀，
非得留胡子，完了又整大背头，而且你知道他那个大背头，他那个发胶涂的也是非常，就是感觉头发上全是油。尝试新的东西啊，他说的。啊，电头风不是，那你们能不能让他就是让他那个就是换一下那个发胶啊？啊，对你让他换一下发胶。你就让他换一下发蜡吧，发蜡还好一点，就是，对，他，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偶然间我会看到他的那个直播片段，然后我就说，哎呀妈，这个头发上有点了多少那个，就是整了多少那个叫什么发泥，不是发泥，那个叫发油，它也不是发油，它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发膏。它有点就是那种就那种一挤一泵，然后就是像胶水一样粘的那个，就是有点透明胶的那个叫啥？啫喱膏，对，啫喱膏。我就说这得涂多少啫喱膏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他挤了多大一泵，然后就往那块儿就是，哎呦我的天哪！这能不能说出的？但其实还好，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改变自己的发型嘛，我会突然剃个光头啊之类的。他把这个蚊子咬死了，飞蛾。这个也是个人的选择，这也是个人的选择。你去遛个狗吧。你不去吗？你先去，完了你回来你再遛小的，我再跟大家唠会儿嗑。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明天有没有安装工人啊？不知道。这明天晚上呗。刘姥姥吃过好多，图图知道刘姥姥吗？我不知道刘姥姥啊，我知道刘姥姥吃过好多。什么吃过好多？你们看见了？啊，你们看见了？我不知道的事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说。我刘姥姥吃了好多，什么那个叫啥来着？啊，什么氧气吃了好多，什么那个，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维他命吃了好多。这到底谁跟你们说吃了好多呀？就是你们看见了吗？我不知道。泰安没去过泰安，但我去过泰山。还有耿乐吃了好多。你们传这些东西就很无聊啊。只要是个男的和他们合拍就被吃了。对，那耿乐人就不喜欢熊啊，耿乐是喜欢那种瘦子呀，耿乐是喜欢猴的。就是我觉得就挺无聊的，就瞎在那块传。啊，今天传那个什么这个被吃了，完了什么乌漆麻黑被那个维他命吃了，我就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传这玩意儿，对吧？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得病了吗？你家里有人像我一样生病了是吧？谁呀？踢出去。他家里就都像我这种状态。插出去这种人。喜欢店长还会跟他继续拍摄吗？不会，等他提高一下自己的那个演技再说吧。因为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学习的，你有些东西他驾驭不了，就是你到底是因为我不可能让他一直演一个角色。店长帅呀，帅的多了去了，你得会演戏呀，对不对？那你为啥还和他拍第二部？拍第二部其实是为了缓解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吧，因为之前有人传我俩关系不太好，
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就是在别人的饭局偶遇了，然后彼此的那个状态就有一点点微妙，微妙之后呢，我就说，也没啥事儿。后来一喝酒，就是把之前的一些所谓的隔阂呀都给消除掉了啊。夹克是优衣库的吗？这叫夹克吗？这叫马甲。这叫夹克啊，你们那边叫夹克，马甲这个叫啊。龙二呢？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龙二在哪。房子没有装修完，你俩住在这儿吗？房子我们装修的是一些部位，它不是说全都装修啊。我们这个房子买来就是精装房。啊，这回你们能明白吗？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精装房。给我推销保险没有？没有。不喜欢它的大条吗？不是不喜欢它的大条，一开始是不喜欢它的大条，后来呢，就是觉得单纯的业务技能就是不太行，然后再加上可能有粉丝带节奏，可能就会有一些，就会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处理这些事儿，你要说大毛病没有，但确实就是可能人情世故这一块，他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欠缺，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后期主要的，因为我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面面俱到，你们能懂不？不是所有人在人情世故这块一定会面面俱到的，我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人情世故或者说你的情商要高，我没有这个权利，就包括就是每天来我直播间的人，就有的人，你看那个刚才来了一个傻逼，他就说，哎，你是得病了吗？就是有些人他天生他脑子不好，不会说话，我们不能去要求他一定要像你一样就是情商高之类的。你这种傻子，你说你跟他计较什么呢？我后期就是主要就是跟那个卡卡，主要是因为他演技这一块他确实很达不到我的标准啊，你们能懂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所有的演员里边，我觉得我的演员里边表现的演技这一块啊，比较差的就是卡卡了啊，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合作的，其实就有一点点吃力啊，我们就有一点点吃力。就比如说我们在拍他的戏份的时候，我们会耗费好多时间，好多时间，这意味着我们要花好多的精力和钱在这儿。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拍龙二的时候，或者说我拍我自己的戏，就是我自己有戏份，我要拍我自己的大概几条我就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拍其他的戏份。但是一旦拍卡卡的时候，卡卡就是演技是一方面，然后他就记不住词儿，所以搞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在他这儿就停，对，一直在他身上就停留了好久，然后呈现的效果也是我们就是觉得非常不合适，就是不满足的一个状态。对，就他拍完的一些东西，大多数卡卡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第一季卡卡表演的东西都是我们耗费了太久，我说过，从来也没有说这条好，没有这种，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就合作的不太顺畅，后来就没有再合作了。后来是我觉得是彼此的交流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卡卡是真的帅。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们是要求演员要帅，但是我们更要求演技，能明白吧？因为我们是一个戏，你光靠演戏，就是光靠那个什么长相，能把戏
做好吗？他做不好啊。你就像你让黄圣依去演那个女主，她也演不了，不是有深度，这就是因为你不是选美。你要说你是选美选港姐啊，那你长相好就行，但你是戏，它有内容，对吧？那你这个不行的。所以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就得对这个事情有要求啊。你让黄圣依去演一个女主，你让她演一个事实，她演不了啊，她只能演哑巴。所以就是我们清晰的知道啊，我们清晰的知道，就是说谁更适合做什么样的事儿。那如果说他不适合做这个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对不对？那我们就后期就没有合作啊。再后来，我们是通过朋友的一个饭局，然后，马上我跟卡卡要见面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哎，那个朋友带了一个你认识的人，他说你不会介意吧？我说谁呀？他说那个你们剧里的有一个叫卡卡的。他说你要是不想去，你就跟我说。我说干嘛不去啊？我说这个没什么呀。他说网上传你俩关系不是特别好。我说关系不好也是因为就是说那个过去因为业务上的问题，又不是说人品上的问题。人品上的问题就是没有涉及到那么深，你知道吧？那我就说那就见呗。结果在那个饭局上我们就见到了，其实。卡卡一如往常的还是他那个状态，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在看到卡卡，我其实会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你们能懂不？你们能懂不？就是，再看到他，我会觉得说，好像一起就是上辈子一起经历了一些人和事儿的人，然后这辈子又见到了那种，再加上酒精的催化。然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好像就是，好想就是说跟他，就是聊聊天靠近他，就那种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就很直接的去表达我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就去我们酒吧了嘛，因为那帮人都是我那个都去我酒吧了，然后结果。他们就是去完我酒吧以后，我还带着那个卡卡在台上唱歌之类的，唱了那个老 baby，然后后来好像我们在其他酒吧也是喝酒，然后我就搂住卡卡，我说我给大家表演一下，我搂住卡卡，喝一口来。我也不是说跟你道歉啊，我觉得咱俩没有什么道歉，但是其实我真是想跟你说一句，就是再见到你，就是感触特别多。之前，回想之前其实还挺有趣的。难得咱俩又碰了面儿，我希望你好，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希望你好，就这样。然后卡卡是那种状态，就是我搂住他，正常就是你搂住一个人，卡卡就这样。土豆，你放心，以后我一切都听你的，就这样。对，他就跟我说他一切都听我的。然后我说，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其实我们最近吧，我们最近真的，哎呀，恰好有一部戏，然后你过来演吧。
好啊，这次我完全听你的，啊，可以，我敬你，就这种，就这样的，我俩才演上戏的，你知道吧？就这样，我俩才就是又搭上了那个戏的，你知道吧？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写小茉莉的时候就没有写她，对，就没有写她，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都很久不联系了，完了就是又关系可能又处的又比较冷。是突然一个饭局，因为你就觉得人生这个东西很奇妙。其实我尊重缘分，我尊重所有的缘分，所有这个安排。就是我觉得，你努力是一方面，然后你的运气和你的老天的安排又是另外一方面。我不相信完全的靠命运，我也不相信完全没有命运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说我再碰到卡卡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刻意安排的，也是我没有意想到之外的，所以我们既然碰到了，我们就尊重了这个碰到了，因为你们要知道那点，我给大家讲一个，对，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特别现实的东西，就是卡卡这个人，就是他的礼节礼貌这一块做的一直都很差的，啊。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不尊重别人，但是他其实不是有意的不尊重。比如说，别人在喝酒的时候就别人敬酒的时候，可能，你像我们经常参加这种酒局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酒杯稍微比别人矮一点，然后就是表现尊重，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主动敬一下别人，他不是，别人跟他喝酒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出于礼貌，或者说怎么样的，就跟他喝一杯。别人明明比他的辈分要大，或者说比他成就要高，他就直接来喝一杯，就用自己的杯底儿去碰人的杯尖儿，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介意的点，啊，这都是我们介意的点，包括就是这些东西，对于你们日常人可能不会介意，但我们会很介意。然后那天其实我们就莫名其妙在一个饭局上碰到了嘛，碰到以后，可能卡卡看到我也会有一点点尴尬吧。反正我们全程在桌上社交应酬，卡卡可能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突然就开始，我们都在那块互相恭维喝酒的时候，卡卡突然拿起手机 ，Timmy，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被这声 Timmy 就是惊到了，然后就是他就开始打 Timmy 了，打王者了。然后我心里我就在想，我说这个人真的是不分场合呀，对吧？就是不分场合的这种。然后我心想，哎，一点改变都没有，就是这，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人。那你能说这个是不好的事儿吗？但是你像我要是跟他在剧组里边，为什么我看不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的饭局是我带着我带着我的演员去参加饭局，那你要是这么的话，你就是没礼貌，对吧？但是我们要是单独的在一个饭局里边，就是说没有关系的，可能他这样神经大条我管不着，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随性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合作的时候会有矛盾，不合作的时候一下就没矛盾了。这你代表的是谁？你是跟谁一起来的？这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感觉你爱过他，对不对？这个叫程程的，你一直在刷这个评论。首先你不了解我，再一个你不了解他，我就很讨厌你这个发言啊。就是首先第一点，我跟他都是一啊。第二点，我们是生活当中的朋友，他对象是我的菜，啊，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对象是我的菜，怎么可能？你会跟你生活当中的朋友怎么样的吗？啊，对，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你要是跟他较真儿吧，哎，好像。你也有原因跟他较真，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人。
但是你私底下跟他接触吧，也简简单单、开心大男孩，也没什么，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要求他。你要对他要求多了，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你来讲的话，不是，就是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的话，不是一件好事啊。对，对。我第一次听说你的角色，听说你听你说的角色，我第一次听你说的角色，什么？我听我说角色。所以就是没办法，有的人就说那个你跟他关系不好，是因为你嫉妒他那个火了，你怎么可能？我就跟大家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个，我实话跟大家实说，就是卡卡火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会嫉妒。为什么不会嫉妒？因为我觉得他火的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事儿，你为什么嫉妒？他但凡有一点点道理，你都可以去嫉妒他，但他没道理可嫉妒。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这就是老天，就是给他的一个幸运。他可能这一辈子，他可能都到不了这个，就是这个高度。他一下他就演戏的第一次，而且他演的就算我们剧组里非常不好的了，然后他一下他是成为最火的了，对吧？那这个东西他就是老天赐予他的。相反，我们会觉得这是锦鲤。你就像杨超越一样，你说谁会觉得杨超越他怎么地了？如果说你们团里有一个杨超越，你会觉得说啊，他凭什么吗？你干嘛这么觉得？因为每一个时代里边都会有一个杨超越，每一个团体里都会有一个杨超越。我们为什么要嫉妒人家呢？相反是我们会觉得说这像团宠一样，会觉得很美好。我为什么会跟他生气？就是因为他很多场合他都看不懂人和事儿啊，他完全看不懂，这个是比较我们当时的矛盾点。后来就没有再合作了啊。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还生气的点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有自己的粉丝了嘛，他就因为这个店长这个角色，他有很多收获了很多粉丝，然后他的很多粉丝就是捧触角，就说他演技非常棒之类的，然后说我们都是嫉妒他，他当真了，对，他当真了啊，这个我挺生气的啊，就是我就觉得说人贵在自知，就是你得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就是说能力在哪儿，或者说你欠缺的东西在哪儿，你就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就是因为有的人爱你，他就会喜欢你，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会让你就是捧着你来的，捧着你不一定是真的，能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很真的，我对，就他沉浸在那种就是被夸的那种状态，然后他觉得他演技真的很好，但实际上他起码他在我的剧组里边他达不到我的标准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的矛盾点。你至于说其他的没有，你看我们后来啊，川田的演技好不好？不好，川田的演技也不好啊。川田的演技也是让我头疼的，但是川田的完成度很高，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唱歌没那么好听，但是呢，我唱歌跑调的地方比较少，甚至几乎不跑调，但是他就是唱歌不好听啊，他会有这种现象啊。对，他其实演技就是完成度比较高，我只能说，对，店长可以演的挺自然的，行行，就是行，
就你们不要跟我聊演技，因为你们压根都不知道什么叫演技。不要跟我说演技，演技它演员的技巧，演戏的技巧，演戏和演戏的技巧是两回事儿啊。演戏和演戏的技巧是两回事儿。你有演过戏吗？和你有演戏的技巧吗？两回事儿啊。什么叫演技好呢？就是你们一直在说那个龙二不是都在说什么谁演技好，谁演技好，谁演技好。演技好是什么意思？演技好不是说你演你擅长的东西表现的好，它就叫演技好，能明白吗？演技好是什么？演技就是说我演一个我不擅长的东西，我把它演得很好，这叫演技好。这回能明白吗？一个越难的角色，然后他演绎的比较舒服，我觉得这是演技好。如果说他演了一个自己擅长的东西，且演得挺自然的，这不叫演技好啊，能明白吗？就是什么叫演技，大家搞清楚。哎，累死了，就是我这一定要给大家掰扯，就是说你看他舒服，或者说他长得好看和演技好是三回事儿，就是他三件事儿啊，人设好，长得好，演技好是三回事儿。你不能说因为我喜欢这个演员，所以他演技好啊，对，他是三回事儿啊。他演得非常好，龙二演得非常好。龙二生活当中他不是霸总，龙二生活当中他是一个特别社恐的人，他能演霸总，他演的霸总，我说实在的，他演霸总其实演的也没有说那么好，但是他完成的已经超乎了他的性格，因为我们太了解他的性格了，能明白不？他生活当中说话都非常小声的那种，然后他能去演霸总，而且就是演得这么好，所以他这叫演技好啊。咋的了？爆冲！对的，起床了。没其他人那么生硬，他确实演技好，不是。技艺术士，你就说他演技好，我就非得给你刚这个事儿。他演技好不好，你怎么评判的呢？你怎么评判的？就是呈现的效果是吗？他呈现的效果好，所以你就觉得他演技好是吗？跟其他角色，那你知不知道他一场戏他要拍多少次呢？别人的演技不好，可能他2次他就完成了，卡卡10次20次完成的东西，你觉得他这是你怎么比较的呢？那我为什么选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客串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你们对吧？你们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让我无法就是认同啊。完成的，所以你就不能说他演技好啊，对吧？你不能说他演技好，因为我才是导演，我自始至终我在全程的去见证了每个演员的演技好不好，对吧？很多人喜欢看，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卡卡，喜欢卡卡和演技好是两回事儿，你们能懂吧？而且卡卡这个角色，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要知道一个剧它呈现的结果它有什么样的因素，你们不能说不是，就是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认同的不一样，你觉得好不一定是别人认同的好，你这么说也没毛病，但是我给大家就是理性客观的分析一下，他这个角色为什么能被大家喜欢，且让大家觉得他演得好？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是你们理性的去听我啊，你们听我去给大家分析啊，你们听我给大家分析啊，你们甭我这个就是犟啊，我就给大家分析完了，你们就自然而然的就知道它为什么会火了。第一点，因为我是整个的剧里边的导演加上指导，包括编剧，包括项目的策划人，我还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身份。我给大家说一下说一下，就是他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啊，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因为原本其实这个剧本写的就是一段感情，但是因为一段感情的那个跟我搭档的那个演员他演的不好，所以我们就把一段感情变成了3段感情。但是呢，他主要描写的是周明磊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周明磊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给周明磊一个丰富的前期的人设的一个制造，就是他为什么会变成 gay， 或者说他为什么会在龙二这段感情里边，他会表现的就是又这样又那样，所以他前期一定要铺垫好，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打酱油的角色，也不是说打酱油的角色，就是一个配角。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卡卡这个角色他不是说在你们眼里他是4段感情。但是在原本的设定里边，其实是3段感情。卡卡这个只能是铺垫的一个角色。为什么他火了？首先第一点，我们当时找卡卡拍戏是因为什么呢？卡卡是我生活当中的朋友。一开始我们是在没拍戏之前我们就认识。然后我们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因为这个戏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这个剧本的组成的时候，我就知道需要一个饭店。拍摄地点、拍摄场合需要一个饭店的这个场景，然后我们就找了那个身边的朋友，我就说，哎，谁有那个饭店啊？结果就想到卡卡，所以我们就让卡卡，就是说，我说卡卡，我说我这边要拍戏，想借你的那个饭店用一下。他说行，说给我们做一下宣传。我说好。结果呢，当时。在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宣传，我就觉得正常的广告植入有点太生硬了。我说卡卡，要不然你自己来演个角色，然后你也有点曝光度，然后顺便宣传一下你的店。他说行啊，然后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其实他那个角色其实就几场戏。他就几场戏，而且那个角色其实跟他本人的生活是非常像的，这个是个关键点啊。我为什么说那个龙二龙二他比较牛逼，因为龙二的生活里他不是霸总，卡卡生活里边他就是一个这个饭店的老板他就是一个饭店的老板。所以所有的台词也好，包括场景也好，包括他的剧情也好，跟我那个角色都贴合。贴合的同时，我又尽量的按照他的实际情况去改变。所以就是造就了，就是他这个演这场戏，他演的这个戏份呢，他其实就没有那么吃力。但是其实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依然很吃力，因为他从来没拍过戏，而且他的记忆力比较差，就他记不住台词，而且他的理解能力也比较差，他看不懂剧本他看不懂剧本。所以我们在拍他的时候，明明就几场戏，我们拍了3天，就他那么点戏。拍了3天，拍到所有的工作人员鸡头白脸的，拍到所有的剧组鸡头白脸的，然后拍完了之后，